于是你在去泰国旅游的时候，找到一名本地巫师，给他下了情降。我说的对吗？南星说完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。谢薇不可思议地摇头：“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？明明他喜欢那个人的事没对任何人说过，去泰国时候也很小心，连安迪都没带着。南星怎么会知道的这么事无巨细？看来我说对了。”南星道：“你为了得到他的爱，不惜用这种方式套牢他。可惜给你做法的巫师是个门外汉，在下降头的过程中弄错一个环节，导致做法失败。”谢薇越听，眼睛睁得越大。他在泰国给对方下完降头后，两人之间的关系确实没有改善，男人还是很冷漠，从不主动联系他，而他又是个好面子的人，男人不联系他，他也不去找，两人就像陌生人一样。那个时候他就知道降头应该下失败了。你不死心，后面又飞了2趟泰国继续做法，而这个决定恰恰是你自食其果的导火索。南星盯着谢薇的眼睛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砸在他心上。薇薇，原来你之前跟我说家里有事，是去泰国了。安迪完全没想到谢薇会在这种事上骗他。谢薇低着头说了句对不起。你爱安迪叹了口气，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这么优秀，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男人把自己弄成这样？而且你不是说过，男人在事业面前都是狗屁，都忘了吗？谢薇憋了好久才憋出一句：“那个人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男人不都是2只眼睛1张嘴？这世界上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有的是。我倒想知道他有什么与众不同。”安迪说到一半，猛地反应过来，屋里还有个男人，心下一惊，再次把嘴闭上。他也是疯了，竟然敢在傅三少面前口不择言，还把男人跟蛤蟆混为一谈。所幸傅青燕并不在意。南星继续道：“第一次做法失败，让你的姻缘线染上煞气，后来你又找到2位巫师，他们看不到你身上的姻缘线，只是例行公事给那个人下降头，以至于你身上的姻缘线越来越乱，到最后完全缠在一起。正常人的姻缘线是红色的，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身上的姻缘线就已经是黑色了。”谢薇闻言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他后面的确又去了2次泰国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找到另外2个人做法，想着3个人一起帮他，更保险一点。没想到这个决定反而将他推入深渊，所以我的情绪出问题，是这个原因。南星点头，随着你身上的煞气越来越重，你的思维也会受到影响。一开始是控制不住情绪，时间长了就会产生臆想，把没发生的事当作发生过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司环宇对我做的那些事都是我想象出来的？这不可能。谢薇矢口否认。我虽然情绪有问题，但记忆还是没问题的。他做的每一件事，我都记得很清楚。如果他真是那种人，为什么跑到厂房救你，还送你来医院？南星反问谢薇。他大可以把你从厂房转移到另一个地方，再用私家的权势逼你站出来帮他澄清，但他没有。他在明知道你要开发布会曝光他的前提下，还是把你救出来，联系了你的经纪人。谢薇闻言，表情愈发茫然，但他还是不相信自己得了妄想症。那是因为，如果他不救我，我真的出事，外界肯定会认为绑架的事是他做的，所以他怕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见谢薇一直钻牛角尖，安迪忍不住道：“薇薇，你先别急着下定论，南星小姐是懂玄学的，她说的话你还是要听一听啊。刚才南星从指尖打出的那一缕金光，她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就这一下足以证明南星是个大佬了。”可是谢薇皱了皱眉，感觉脑袋很疼。如果那些事都是他幻想出来的，又那么真实，那他岂不是该进精神病院了？安迪心疼谢薇，但更想知道真相。他捏了捏谢薇的手：“薇薇，你仔细想想，司环宇真的是那种人吗？
他出道也有几年了，从来没传出过什么绯闻。如果他真的像你说的那么不堪，至少应该有些前科才对。还有你说的那几件事，基本都是发生在片场。以你的性格，如果司环宇真的猥亵了你，你应该当时就指着他的鼻子骂了，怎么会忍到现在才曝光？最重要的是，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不管是照片、聊天记录还是录音，你都没有拿出过任何证据，片场的人也没察觉到什么异样。谢薇没想到安迪会帮司环宇说话，不可思议地看向他。安迪，实话告诉我，你早就觉得我脑子出问题了吧？安迪欲言又止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从前的谢薇虽然高冷，但至少是讲理的，不像现在动不动就发脾气。手链丢了之后，甚至把所有涉事的工作人员都开除了。见安迪没回答，谢薇就知道答案了。其实他也觉得奇怪，因为他印象里司环宇对他做的那些事，除他之外没有一个人看见。片场那么多摄像头，那么多双眼睛，司环宇要是真做了什么，总该留下点证据。谢小姐，我说这些你想告诉你，我可以清除你身上的煞气，让你清醒过来。南星说完，谢薇睁大双眼，你愿意帮我，我是有条件的。南星道，你应该清楚，司环宇是我二哥，我们从小没在一起长大，但有这层关系在，我就不可能袖手旁观。你在媒体上说的那些话已经对他造成严重影响，除非你愿意出面帮他澄清，我才会帮你。第64章，难得班。谢薇沉默片刻，道：好，我答应你。南星有些意外，没想到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。我觉得安迪刚才说的那些话很有道理，最重要的是，你和司环宇确实救了我的命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现在很有可能就是一具焦尸了。想到厂房里发生的事，谢薇还有点心有余悸。虽然他还不确定司环宇到底有没有欺负他，但光凭他从大火里把他救出去这一点，就足以让他放下面子去帮他了。你能这么想，再好不过。南星原本还担心谢薇不愿意配合，没想到一场大火让二哥因祸得福，那微微身上的煞气要怎么去掉呢？安迪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，他已经不在乎谢薇未来的星途会不会坦荡了，他只希望谢薇能变回原来的样子，好好生活，这就足够了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谢小姐身上的煞气是姻缘线带来的，所以必须找到那个被她下情降的人，把两人身上的孽缘解开，才能恢复正常。谢薇闻言皱了皱眉，一定要找到那个人吗？他恐怕不会愿意见我。本来下降头的行为就很恶劣，要是让对方知道他前后3次对他做那种事，他们之间恐怕连表面关系都维持不住了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联系他了。谢薇一愣，你说什么？你联系他了？不对，你知道他是谁？南星没有透露自己触物感应的能力，而是道：手链既然是那个人送给你的，只要查到送手链的人是谁，不就一清二楚了？谢薇连忙问：那他怎么说？他是不是觉得很莫名其妙？毕竟我跟他根本没什么交集。南星点点头，他确实挺意外的，但是他很大度，即使听到你给他下了降头，也没有要找你的麻烦，反而愿意出面帮忙。真的吗？谢薇怔怔出神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。他还以为男人知道这件事后会大发雷霆，甚至是打击报复他，没想到由于你对他的执念太深，我做法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失去意识，做出一些夸张的举动。南星好心提醒，换句话说，你会在他面前失控。他虽然没有喜欢的人，却也明白在所爱之人面前表现出狼狈的一面会有多么社死。更何况谢薇还是个明星，公众人物生活在聚光灯下，最看重面子，失控是什么意思？微微不会在他面前脱衣服吧？安迪一句话，让在旁边默默喝水的傅青燕差点喷出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安迪赶紧抽了张纸巾递给傅青燕，傅青燕接过纸巾，对南星道：我去外面等你，
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他是一秒也听不下去了。南星奇怪地看他一眼：“你其实可以不用等我。”他好像从头到尾也没说让傅青燕跟着过来，结果男人跟个门神似的往旁边一杵，弄得他还挺不自在。傅青燕无语凝噎，却也差不多习惯了南星的高冷。他将擦过嘴的纸巾扔到纸篓里，转动门把手，谁知房门一开，竟看到战雪双手抱胸地站在外面。傅青燕，战雪似乎早就料到傅青燕会中途跑出来，冷着脸问：“你去哪？”傅青燕随手将门带上，道：“我就出来透透气。”战雪叹了口气，踩着高跟鞋走到傅青燕身边。南星刚刚死里逃生，正是最脆弱的时候。眼下他刚醒过来，就跑去帮司环宇收拾烂摊子。你作为未婚夫，就不能给他点精神上的安慰吗？您看他像是需要安慰的样子。听到战雪这么说，傅青燕下意识反驳：“何况医生都说了，他只是落了点皮外伤，没什么大碍。”战雪被傅青燕这副无所谓的样子气得不轻，伸手拧他的胳膊。小时候傅青燕不听话，他就会拧上去。现在傅青燕长大了，胳膊上都是肌肉，这一拧无异于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见战雪偷偷甩手，傅青燕无奈道：“妈，我觉得你真的误会她了。那丫头一向特立独行，不需要别人看顾，而且我能感觉出来，她挺嫌弃我的。你成天拉着个驴脸，她不嫌弃你嫌弃谁？我说过多少遍了，要多笑笑，别玩霸道总裁那套，你还不配。”傅青燕感觉被亲妈侮辱了，正准备躲远点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又被战雪一把拉回来。“你不会还在想着那个女孩儿吧？”战雪皱了皱眉，眼底闪过一丝狐疑：“什么女孩？莫名其妙，别给我装。我说的是谁，你还不清楚吗？”战雪挡住傅青燕的去路：“不是我说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人家肯定早把你忘了。那时候你和他都是小孩子呢，他又比你小那么多。”“好了，妈，我不想聊这件事。”傅青燕忍无可忍地打断战雪：“我找他不是为了再续前缘，只是想跟他当面说声谢谢。毕竟没有他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还有，我讨厌联姻，跟那个女孩儿没有半点关系，只是单纯不喜欢被人摆布，自始至终都是如此。”傅青燕的一番话将战雪对得哑口无言。南星那边还没结束，我先出去走走。话落，傅青燕迈着大步走远，望着傅青燕的背影，战雪叹了口气。刚才他确实是有点口不择言了。傅青燕和那个女孩儿认识的时候还那么小，若说生出什么情愫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充其量是一份执念，一份想要再见她一面，看看她过得好不好，跟她说声谢谢的执念。但是正所谓执念可使磐石穿，深情可抵岁月长。就算傅青燕当年对那个女孩儿没有想法，如今这么多年过去，女孩正值芳龄，也难说会发生什么。战雪收回目光，看向眼前的病房。也许因为南星是许嫣的女儿，她从第一眼见到就很喜欢，想让她做自己的儿媳。而且她觉得南星应该也对阿燕有意思，不然为什么又是救她的命，又是抱她？战雪越想越觉得儿子薄情，甚至觉得他有点不知好歹，对他的那点愧疚荡然无存，连忙掏出手机打给傅玉生：“老公，你之前上过的那个难得班还开着吗？我想把阿燕也送进去。”“废话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都去了，他能不去吗？”第65章，差点死了。那就说好了，明天你们到观澜别墅，我帮你们解开身上的姻缘煞，知道了。南星和谢薇确定了做法时间，准备离开时，谢薇叫住他：“对了，南星。”南星回头：“怎么？”谢薇欲言又止，纠结了一会儿，还是摇了摇头：“算了，没什么，明天再说吧。”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一时脑热才产生那样的想法，也许再冷静一天，他就知道了。南星没有追问，点点头，离开病房。此时，司家客厅里的气氛十分压抑。司长林坐在沙发上，面前站着司言。
思妍低着头，两只手紧紧攥着衣摆，大气不敢出。我问你，那个女明星被绑架的事，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？司长林话一出口，思妍瞬间打了个寒战，口中支支吾吾：“我没有，跟我没关系。但我听他们说，你私下联系了袁龙。”听到袁龙2个字，连苏福雅都皱起眉头。袁龙是司家手下，主要负责处理一些灰色地带的事。思妍找袁龙做什么？不说吗？那我就亲自打电话问他。司长林说着就要掏手机。不要！思妍下意识阻拦。看到他的反应，司长林什么都明白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怒斥道：“思妍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绑架人这种事你也做得出来？你知不知道那座厂房的电路出了问题，今天发生火灾了？”什么？思妍闻言，脸瞬间就白了。他把谢薇关在那里，是想逼他给司环宇澄清。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？你把他关在里面，又不找人看着，如果不是环宇和南星过去找他，很可能就闹出人命了，知道吗？思妍辩解：“怎么会没人看着？我明明跟袁叔说了，让他……”话到一半，思妍才发现说漏嘴了，她赶紧把嘴闭上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思妍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司环宇忍不住了，那可是个活生生的人，你就算要帮我，也不能做这种违法乱纪的事吧？司长海连忙打圆场：“环宇，你就别怪妍妍了，她也是好心，好心帮倒忙嘛。”司环宇简直对他这个堂妹无言以对。我被谢薇污蔑，顶多让人骂一骂，他拿不出证据，时间长了自然清者自清。现在你把人家给绑了，还差点弄出人命。你知道如果他真死了，你是要坐牢的吗？听到坐牢2个字，思妍再也绷不住，两腿一软跪在司长林面前：“爸，二哥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那边会失火，我只是想教训教训他，因为我相信二哥的为人，他不可能做出那种事。我也是气上头了，才会把他绑过去。荒唐！”司长林气不可遏。司家隶属4大家族，本就树大招风，你倒好，上赶着往枪口上送。是嫌日子过得太舒坦了。思妍摇着头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爸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一开始我找过他，问他跟二哥是不是有误会，结果他二话不说就上来打我。说着，思妍露出被谢薇抓伤的手腕。那女人就跟疯了似的，扬言要让二哥身败名裂。我怀疑她精神有问题，怕她说到做到，这才把她关到厂房，想让她冷静一下。思妍把事情的经过添油加醋地复述了一遍。得知女儿受了委屈，苏福雅一脸心疼道：“她欺负你，你怎么都不跟妈妈说呀？快让我看看你的手。行了，就那点小伤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截肢了。”司长林实在受不了苏福雅溺爱思妍的样子，忍不住吐槽：“老公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妍妍好歹是你女儿，她本意是想为环宇出头，只是用错了方式方法。你不心疼她就算了，还一直数落她。”苏福雅越说越委屈，明明南星回来之前，司长林对思妍还是挺好的，可自从南星回来，他就处处拿2个孩子对比，还总是把火气都撒在思妍身上。你之前不是答应我不再凶妍妍了吗？现在怎么又反悔了？是不是南星回来以后，你就不把妍妍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了？司长林没想到苏福雅会当着外人的面质疑他，顿时怒道：“苏福雅，我教育妍妍，你总扯南星干什么？我就问你。妍妍把谢薇绑走是不是事实？如果谢薇死了，她要去坐牢是不是事实？”苏福雅动了动唇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她做这些事是南星逼她的吗？是南星教她要用这种暴力手段伤害别人的吗？是，我知道南星是许嫣的女儿，你怕南星回来了，我会出于愧疚对她偏爱，但你别忘了，妍妍是有妈妈的，但南星没有。你可以无条件宠爱妍妍，南星却连找我诉苦的机会都没有。
他为了帮妍妍收拾烂摊子，不惜代替妍妍嫁给阿燕。虽然他嘴上说着是为了三少夫人的身份，但你看他像是那种贪图虚荣的孩子吗？我给他的那张银行卡，他这么长时间只从里面划走50万买了块石头，但他要承担的风险是伺候阿燕一辈子，甚至是年纪轻轻守活寡。这些本该由妍妍承担的风险，他全都揽去了。就算我对南星好一点，又有什么不对？还是说你觉得妍妍是你生的，就可以无视是非，颠倒黑白，永远像个小公主一样坐享其成？司长林很少一口气说这么多话，这次显然是被气急了。司长海无奈劝他：“长林，你消消气，这次确实是妍妍冲动了。不过谢薇不是没事吗？你也别怪妍妍了。”司环宇，谢薇没事。是因为我和南星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出来了，要是没有我们，他早死了。所以呢，这一切还不是因为你听了南星的话，故意疏远人家，才导致他发疯污蔑你。站在司长海的角度，司言最多是好心帮倒忙，罪不至此。但司环宇却不这么想，他不可思议地看向司长海：“爸，怎么连你也是非不分了？”谢薇污蔑我是因为他脑子不清醒，南星就是知道他不清醒，才好心让我离远点。你怎么还怪起他来了？司长海本就被司环宇败坏司家门风的事弄得焦头烂额，听到司环宇这么说，忍不住扬起手扇了他一巴掌。啪！清脆的声音顿时响彻整个客厅。第66章，他就是被谢薇下降头的人。楼下的动静很快将楼上的老夫人惊动。老夫人循着声音下来，看到的是司环宇捂着脸和司言哭得梨花带雨的场景。老远就听到你们在这儿吵，都几点了，还让不让人休息了？苏福雅连忙起身搀扶：“对不起，妈，是我们没注意时间。”老夫人没搭理苏福雅，而是看向司长海：“你打环宇了？”司长海虽是司家长子，但在老夫人面前还是不敢造次的。环宇犯错，我教训教训他，打得不是很重，怎么不重？我都耳鸣了。司环宇把脸往老夫人面前一凑：“奶奶，你看上面是不是还有巴掌印呢？我可是靠脸吃饭的，我爸就这么砸我饭碗。”司长海，老夫人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，而后直起身子看向司长海：“就算环宇是个男孩，你也不能对他动手。”“是，我错了，妈。”闻言，老夫人又看向司言：“他又是怎么回事？”“没事，就是点小误会。”苏福雅哪敢让老夫人知道司言差点弄出人命，赶紧找了个借口要送老夫人回去。“您大病初愈，不能熬夜，我扶您回房间。”“慢着！”老夫人甩开苏福雅的手：“我刚看到新闻，说是那个叫谢薇的女明星被绑架了，这是司言干的。”司长林心里咯噔一下：“妈，您都听见了？”老夫人冷哼：“你们吵那么大声，我想听不见都难。”这下众人都不敢吱声了。咱们司家在京城这么多年，行得端坐得正，最忌讳这种仗势欺人的行为。司言做了这事，必须向人家道歉，免得传出去败坏家风。奶奶，你都不问问原因的吗？那个女人在媒体面前诋毁二哥，说他是色狼，对他动手动脚，是他作死在先，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一想到谢薇在他面前发疯，还抢他的手链，司言就委屈得要死。他做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让司环宇开心一点？结果这些人都认为是他的错。我问过南星了，那孩子是染了煞气才会意识不清醒，不是故意抹黑你二哥。南星又是南星，奶奶你也知道这事啊？司环宇有些惊讶老夫人的打探情报的速度。老夫人白他一眼：“那天你爸来陪我喝茶，看了一眼手机，慌慌张张就走了。我赶紧也打开手机，发现你上了热搜。我清楚你的为人，知道那孩子肯定是污蔑你，于是打电话给南星，问他能不能用法术让谢薇说真话。结果他告诉我，谢薇是被煞气扰乱了心智。司环宇，奶奶和他的脑回路竟然都是一样的。
奶奶，您真相信南星说的吗？您就不怕他是胡编乱造的吗？老夫人睨一眼思妍，同样的话，你在他找到古曼童的时候就说过了。思妍心头一颤，还有些事我不说，不代表我不知道。之前我放在枕头下面的符纸，你猜是去哪了？思妍闻言，脸色更难看了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妍妍要不要去道歉？长林你说了算。老夫人说完，便背着手离开了。结果毫无意外，司长林决定让思妍去给谢薇道歉。思妍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，心里对南星更恨了。毕竟，如果不是南星跑过去救人，谢薇真被烧死，袁叔叔也会帮忙善后。现在绑架的是暴露，人还活着才是最麻烦的。第二天，南星来到观澜别墅，霍九九正在和孟听兰学习插花，听到门铃响了，赶紧过去开门。南星，你来啦？这个给你。霍九九把一串钥匙塞到南星手里，以后你过来不用按门铃，直接进来就行。因为这次做法事关谢薇的隐私，南星没把人带去傅家，而是就近选择了这里。这栋别墅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之前一直闲置着，现在你是我姐姐了，所以这里也有你的一半。这么大方，别墅而已，霍家有的是，你想要的话，我再多送你几套。霍九九说这话的时候毫不心虚，作为霍家千金，他最不缺的大概就是钱了。要那么多别墅有什么用？在京城版图上下棋嘛。南星笑了笑，将钥匙收起来，又看一眼时间，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。话音刚落，门铃声再次响起。霍九九把门打开，看到外面站着的人，眼睛瞬间瞪大。怎么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？齐玉堂挑了挑眉。霍九九看看齐玉堂，又看看南星，这也不是谢薇啊，他是被谢薇下降头的人。南星解释，我需要齐少爷和谢薇同时在场，才能解开谢薇身上的姻缘煞。霍九九沉默了几秒，紧接着惊呼出声，谢薇喜欢的人竟然是齐少爷。什么叫竟然？齐玉堂双手环在胸前，眯了眯眼，我风度翩翩，气宇不凡，谢薇喜欢我不是很正常？霍九九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自恋的人？好了，九九，你先带齐少爷去楼上吧。南星道。谢薇还是煞气缠身的状态，让他在这里和齐少爷见面会很危险。楼梯就在那，让他自己上去呗。霍九九用眼神示意，并不是很想跟面前这个花心大萝卜讲话。霍小姐，你带一下路会死吗？不会死，但会累。齐玉堂最后还是自己上去了，结果他前脚刚走，谢薇后脚就来了。进到别墅的瞬间，谢薇的眼眶蓦地泛红，口中喃喃道：“是他，真的是他。”第67章现场直播。随行而来的安迪环顾四周，并没有看到什么人，身上不禁有点发凉。微微，你看见他了？谢薇回过神来，摇了摇头。我闻到了他的味道，空气里有他的香水味。安迪，他差点以为谢薇喜欢的是个死人。他已经在楼上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南星问谢薇。谢薇点点头，准备好了。经过一整晚的思考，他已经冷静下来，接受了对方不爱自己的事实。南星了然，抽出一张符纸抛向空中，双手结印打向谢薇。符纸在接触到谢薇身体的瞬间发出金光，眨眼的功夫便消失不见。安迪再次被震撼了，他感觉这妖牛 X 的特效不是法术，他看100次也不会腻。跟我上楼吧。南星道。等一下。谢薇叫住南星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。你说。谢薇鼓起勇气道。我昨晚想了很久，觉得由我亲自出面澄清的效果不会太好，毕竟我先前说了司环宇很多坏话，现在站出来推翻，网民们只会认为我是被司环宇威胁了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要反悔吗？霍九九迫不及待地问。谢薇摇了摇头，我既然答应了南星，就不可能反悔。我听说你在做直播，不如一会儿做法的时候，你把直播开着，让大家都看到我失控的样子。
这样他们就会相信我是因为心智扰乱才会说出那些话。微微，你在开玩笑吗？安迪瞠目结舌。你知道直播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未来的事业可能就要毁了。娱乐圈更新换代那么快，等着红的女明星有的是。谢薇给人下降头的事要是传出去，别说是被圈内封杀，就算是去做别的，恐怕也要遭人白眼。我知道，但这段孽缘是因我而起，如果不是我执意促成和齐少爷的缘分，也不会发生后面那些事。谢薇说这番话的时候，表情很平静，她是真的想通了。背地里给人下降头本身就是很恶劣的行为，虽然没成功，但他的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。之后又因为被煞气影响，跑到媒体面前抹黑司环宇，让他被吃瓜群众喷得体无完肤。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他而起，他不会逃避责任。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南星看着谢薇的眼睛，直播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是的，我想清楚了。谢薇的表情十分坚定。那跟我来吧。安迪还想说什么，却见谢薇已经跟在南星身后上楼了。房间里，齐玉堂死死盯着桌上的百合花，两道俊眉紧锁，似是在思考什么亘古难题。刚才他进来的时候，清楚地看到这束百合花是悬浮在半空中的，但眨眼的功夫，百合花就回到了花瓶里。齐玉堂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他的身边正站着一个身体几乎透明的女人。孟听兰在房间里好好插着花，忽然看到一个男人进来，吓得赶紧把花放回去。他觉得自己的动作已经很快了，但看这个小伙子的表情，好像还是发现了齐少爷。齐玉堂循声回头，看到南星带着谢薇走了进来。看到齐玉堂的瞬间，谢薇停下脚步，握着手链的手不自觉攥紧。谢小姐，好久不见。齐玉堂微微颔首，谢薇低下头，避开齐玉堂直白的目光。南星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，如果不是提前用过符纸，估计已经失控了。孟听兰知道南星要做法，识趣地飘出去，顺便还带上了房门。听到关门声，齐玉堂下意识回头，看到紧闭的房门，他僵硬了一瞬，问南星：“刚刚那个门好像是开着的吧？”“没有，你看错了。”他能看错一次，也不能连着看错2次啊！不对，这房间里肯定有东西。想到这，齐玉堂脊背发凉，忍不住往南星身边靠近一步。身后，霍九九姗姗来迟，手机举着手机。齐玉堂一愣，这是做什么？直播？霍九九一脸淡定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录进去的。”直播？齐玉堂惊了：“你们直播这个平台能允许吗？我爸前2天刚把这个直播平台收购。”霍九九面不改色：“而且我们会打上特效仅供参考的标签，信与不信，观众说了算。”齐玉堂：“谢小姐，请坐到椅子上。”好。谢薇落座后，霍九九找了个角度，让齐玉堂背对镜头，这样一来就只能看到谢薇的正脸。此时网上已经吵成一团，薇薇今天不是要开发布会吗？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啊？我刚才联系了谢薇的大粉，他们说谢薇团队从昨晚就没回消息了，所以绑架的事是真的了。你们先别急着下定论，谢薇的经纪团队还没发声呢，一切都要以官方发的通告为准。上面那位留言的时候记得换头像，生怕别人看不出你是司环宇的粉丝。大家别在这儿聊了，去冲司环宇的超话，让他出面澄清。很快，司环宇的名字又登上热搜，这一次后面还跟着绑架2字。所有人都认为谢薇的失踪和司环宇有关，认为是他绑架了谢薇，才让谢薇没有准时出来开发布会。而这些人找不到司环宇，就跑到和司环宇相关的人那里发疯，连南星都没能幸免。那个给人直播算命的主播就是司环宇的妹妹吧？我对比过2人的照片，长得一模一样。真的假的？我前几天还在看他直播呢。我证明他妹妹不是什么好货色。我是一名玄学主播，
粉丝量还行。之前他给我发私信，让我别播了，还说什么天机泄露会遭到反噬。他自己天天在那里泄露天机，扭头就断同行生路，真是恶心的一批。什么国民妹妹，分明是国民恶势力，仗着私家有点地位，就放着儿子女儿在外面横行霸道。你们骂司环宇就骂司环宇，扯他妹妹干什么？一群小脑发育不全的智障。上面的，你是他妹妹的拖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为恶势力说话？就在大家吵得不可开交时，忽然发现南星开播了，一群人乌泱泱涌入他的直播间。第68章，故弄玄虚的假大师。我天，这什么情况？霍九九看着直播间不断上涨的人数，眼睛都瞪圆了。他才刚开播几秒，人数就上万了，你还好意思开直播？司环宇去哪了？让他滚出来把话说清楚。你哥是不是把谢薇绑架了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就算你们背后有保护伞也没用，我照样揭发你们。我爸是检察官，送你们进去吃牢饭，信不信？看着下面的骂声，霍九九一脸懵逼，他把镜头调了个方向面对自己。你们说什么呢？你是谁呀？主播呢？让主播出来。同志们，这是霍九九啊，就是霍家那位千金小姐。果然豪门都是一家人，黑恶势力齐聚一堂。你们今天开直播是干嘛的？找骂吗？霍九九翻了个白眼，你们发什么神经啊？什么恶势力？我看你们这些不分青红皂白喷人的才是最大的恶势力。哟呵，小丫头脾气还挺大。主播到底在不在？让他出来，我有事问他。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刚才镜头朝那边的时候，椅子上坐着个女人，很像谢薇啊？卧槽，不会是直播虐待吧？官方呢？官方快出来呀！跪求官方封禁这个直播间100年。见霍九九气上头了，又要骂回去。南星叫住他，九九。霍九九这才回过神来，道：我们今天是有正事要做。说着，重新把镜头转回去，走到谢薇面前。这回网友们看清了，椅子上坐着的女人确实是谢薇，只不过谢薇的手脚并没有被捆住，表情看上去也很平静。谢薇的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，瞬间泪目。薇薇，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？你说实话，我们帮你报仇。薇薇，千万不要向恶势力低头啊！我们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薇薇，曝光司环宇，狠狠曝光他，让他身败名裂。谢薇看不到网友们的呼吁，对着镜头道：大家好，我是谢薇，今天的发布会取消了，改成用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。接下来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，没有经过剪辑，没有被人逼迫，希望你们能够耐心听我把话说完。2年前，我在一场晚宴上结识了一个人，对他一见钟情。他性格随和，待人真诚，我几乎是在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被深深吸引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就每天盼望着和他产生交集。谁能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谢薇是在讲故事还是说真的？薇薇眼光那么高，怎么可能对人一见钟情？一听就是假的呀！可他刚才不是说自己讲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吗？和直播间里的观众一样懵逼的还有霍九九。他偷瞄一眼齐玉堂，忍不住腹诽：谢薇到底是哪只眼睛看出他待人真诚了？明明这家伙换女人如换衣服，风流的要死。难道豪门和娱乐圈之间真的有弊？齐玉堂感觉到有人在看自己，目光一转，和霍九九的视线在空气中相撞。霍九九嘴角一抽，赶紧把眼珠转回来。可惜他对我并不感兴趣，几次接触下来，我能感觉到他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商业伙伴，这让我十分受挫。直到2年前的庆功宴上，他送给我一条手链，谢薇悄悄攥紧掌心断掉的手链。那条手链名叫 Eternal Love， 顾名思义，永恒之爱。我天真的以为这是他对我表达爱意的方式。我不停地自我催眠，告诉自己，他之所以不向我告白，是因为我的身份，是因为我正处在事业上升期，他不希望我的前途受到影响。可是我等啊等，
始终没有等到他的靠近。于是，我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。我想到泰国有一种巫术，只要拿到对方的贴身物品和生辰八字做法，就可以让那人爱上自己。思前想后，我还是没能经受住诱惑，想办法拿到了他常用的水杯，独自一人前往泰国奇玉堂。原来他那只大耳狗的水杯是谢薇偷的，他还以为是清洁工不小心打碎给扔了，就没追究。在泰国，我先后找到3个法师，让他们帮我做法，结果就是我失败了。现在的我被煞气缠身，脑子时常不清醒。之前在综艺上说的那些话，有很多我自己都没印象。关于司环宇的事，我前前后后问过很多人，也调过片场监控，都没有找到他猥亵我的证据。由此可见，他对我做的那些事并不存在，都是我幻想出来的。此话一出，直播间瞬间炸开了。有没有搞错？我吃瓜吃到现在，你告诉我是假的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是假的。微微，你要是被威胁了，就眨眨眼。你们没看到吗？这个房间里除了谢薇，还有霍九九和司环宇的妹妹，他们分明是把谢薇控制住了呀。傅毅，谢薇说话的时候有2次在往旁边看，明显是在看那些人的脸色。豪门千金就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吗？绑架明星还搞直播？如果法律不制裁这样的人，让我以后怎么安心在这个国度生活？微微，别怕，我已经帮你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会去救你。面对众人的非议，南星不为所动，他走到镜头前面，淡淡道：“现在我要为谢小姐解除身上的煞气，晚上睡眠不好的人可以退出直播间了。”故弄玄虚的贾大师又来了。之前我还觉得你挺厉害的，现在看到你这副嘴脸，只觉得恶心。求问，他和那个贾灵梅方俊爷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呀，当然有区别了。他家有钱，可以请更多的托合做更好的特效。官方呢？官方怎么还不来？直播间里的观众坚信南星是在做戏，各种1块钱一个的臭鸡蛋烂菜叶不停往上砸。其中，谢薇的粉丝砸得最欢。与此同时，傅氏集团傅清燕看着直播间里一边倒的评论，脸色一沉。第69章，土豪直播间猛砸钱。傅总，用不用我通知直播平台，让他们封禁那些辱骂南星小姐的人？江岑站在旁边，有点后悔把手机拿给傅清燕看了。刚才他正在忙工作，同事忽然神秘兮兮地凑过来，说他看到傅总的未婚妻在直播。江岑赶紧进入直播间，看到里面吵得水深火热，江岑吓了一跳，赶紧找到傅清燕，让他过目。不用。傅清燕声音清冷，将手机递回给江岑，研究一下怎么充钱。啊，赶紧的。江岑不明所以，却还是老实照做。很快，钱充好了。傅清燕二话不说，直接砸了50个浪漫之心上去，把那些臭鸡蛋烂菜叶全部淹没。直播间里，谢薇的粉丝看到有人在这个节骨眼上还在刷礼物，气得咬牙切齿。这人谁呀？还有没有是非观了？那个叫山金赚大钱的，能不能别刷了？你知不知道这个直播间在干嘛？这么有钱，不如捐给山区的孩子。给这个直播间砸钱，纯属脑子有泡。朋友们，赶紧举报他！谢薇的粉丝想用臭鱼烂虾把礼物盖过去，但无济于事。傅清燕送的大额礼物特效时间比较长，优先级排在前面。他一口气砸了50个，光是特效就长达好几分钟。官方闻讯而来，看到主播是傅三少的未婚妻，更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谢薇的粉丝们气炸了，砸不成臭鱼烂虾，只能用语言攻击。山金赚大钱，我祝你一辈子赚不到大钱。我算过了，你也就现在有钱，晚年会沉迷炒股，赔得底裤都不剩，最后只能去街边乞讨。不对不对，你算错了，他是先去挑的大粪，结果不小心摔进粪坑，半身不遂了，才去乞讨的。你们都算错了，他今天出门就要被撞，不信走着瞧。江岑看着网友的谩骂，
脸都黑了。请问他招谁惹谁了？不就是把手机借给上司用了一下，怎么就遭到了如此恶毒的诅咒？此时，观澜别墅，南星从布包里拿出3张符纸，闭目掐诀，打向祁玉堂。3张符纸绕着祁玉堂转了几圈，沾满他身上的气息。紧接着，在金光乍现之时合为一体，看着闪着光的符纸飘向谢薇，祁玉堂睁大双眼，酷，太酷了！这跟看电影有什么区别？直播间里忙着喷姜层的人，也在看到这一幕之后陷入短暂的沉默，但很快他们就找到合理的解释。大家别慌，那张符纸上面吊着一根线，我都看见了。对，肯定有线，毕竟是魔术表演。可是符纸上面的金光怎么解释？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特效了。现在科技水平这么发达，什么假做不出来，有道理，但不确定。再看看符纸在接触到谢薇身体的瞬间剧烈震动起来，紧接着网友们便看到谢薇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，她的瞳孔渐渐放大，黑色眼球几乎填满整个眼眶。明明没有被束缚，却坐在椅子上拼命扭动身体，就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捆住了似的。啊！什么鬼？吓死老子了！这是恐怖片吗？我不行了，先撤了。直播间里的人都被这一幕吓到了，但也有人坚信这就是表演，甚至开始打赏礼物烘托气氛。傅青燕那边，姜存想看又不敢看，默默躲到傅青燕身后，探出个脑袋在她肩膀上，眉头皱得很紧。倒是傅青燕看上去淡定许多，波澜不惊的目光落在屏幕上，看似是在看谢薇，实际注意力全在南星身上。小丫头显然已经见惯了这种场面，掐诀念咒时沉着冷静，像极了小说里仙风道骨的世外高人。很快，谢薇的身上便浮现出层层叠叠的黑线，那些黑线紧紧缠绕着她，四周弥漫着浓重的黑气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南星双眼紧闭，口中喃喃自语，不消片刻，黑线便在符纸金光的震慑下开始断裂，房间里的气温骤然降低。谢薇拼命挣扎，漆黑的瞳孔死死盯着祁玉堂，咆哮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爱我？是我不够好，还是你有喜欢的人了？为什么要对我视而不见？你是我的，是我一个人的，你永远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”谢薇的声音变得粗犷低沉，像是来自地狱的恶魔。祁玉堂哪里见过这阵仗，脸都白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到底哪里好了，能让谢薇爱成这样？此时的谢薇已经完全陷入癫狂，昔日知性优雅的形象荡然无存，只剩阴森恐怖。好在金色符纸的威力足够强大，他被镇压着无法挣脱。随着黑线陆续断开，谢薇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到最后黑线消失不见，谢薇像是被抽干了浑身的力气，瘫软在椅子上，黑色瞳孔缩小到正常的模样。霍九九举着手机，冒了一身的冷汗。直播间里人也不吱声了。刚才他们清晰地看到，谢薇在挣扎的时候，整个人都离开椅子，被一股神秘力量托举到半空中。如果是特效，做的未免也太逼真了。南星走到谢薇面前，隔空画符打入她的眉心。谢薇紧皱的眉头缓缓松开，呼吸也渐渐平复下来。南星，成功了吗？霍九九忙不迭问。南星点点头，他身上的阴元煞已经解开，等睡一觉醒来就会正常了。霍九九和祁玉堂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。南星看向镜头，今天看过这场直播的朋友，晚上最好不要出门，如果一定要出门，记得远离墓地、坟场之类的地方。话落，直播间里的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哆嗦。什么意思？看你直播还有副作用，怎么不早说？我晚上还要去蹦迪呢。各位清醒一点，这只是演戏的一部分。你们还真相信他说的话？我决定了，今晚就去墓地吃烧烤，看看鬼能把我怎么样。哦，对了，南星忽然想到什么，我知道有些人不信邪，想验证我说的话是真是假。
人类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是好事，但也要懂得避趁，时常把对神明大不敬的话放在嘴边，万一被神明听到，你们应该清楚会发生什么。听到南星这么说，刚才那些还在大放厥词的网友忽然有点心虚。另外，那个送浪漫之心的人，南星顿了顿，他从刚才就听到送礼物的特效音一直在响，对方起码送了几十个浪漫之心。我直播间的规矩是，抢到福袋才能打赏算命。鉴于你送了那么多，下次我开播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申请连麦。第70章，你妹妹脑子有问题。屏幕那头的傅青燕一愣，送浪漫之心的人是指他吗？傅总，南星小姐听您呢。江岑一出声，把傅青燕吓了一跳。傅青燕回头，看到江岑站在她身后，皱了皱眉。你什么时候跑我后面的？嗨嗨，我一直在这，是您看得太入迷。江岑没好意思说是他胆子太小，看不得这种鬼呀神呐的东西。傅青燕盯着已经关闭的直播间，沉默了几秒，反问江岑：“他的意思是，我下次可以直接找他算命？”是的，傅总，您打赏了那么多，南星小姐给您破例了，不用抽福袋了。傅青燕懒得追问福袋是什么，记下江岑的话，把手机还给他。2秒后，又道：“给我准备一部备用机。”江岑立马明白了傅青燕的意思，他这是想随时看南星直播呀。江岑走后，傅青燕又给直播平台的负责人打了通电话，让他们把南星直播间里那些出言不逊的人都给封禁了。负责人一听对面是傅三少发话，立马殷勤起来。南星小姐的直播间人气很高，我们可以24小时在一级版面循环帮她宣传。那倒不必，傅青燕道，玄学直播最好还是低调点，免得被上头针对。好的好的，一切听您安排。挂了电话，傅青燕还有点意犹未尽。上次她在庄园看南星直播就觉得很有意思，这次更是完全被南星的术法吸引。他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喜欢上了这种神神叨叨的东西。2个小时后，谢薇醒了，醒来的第一眼就看到齐玉堂坐在床边。齐少爷，别乱动！齐玉堂赶紧把一张符纸塞到他手里，这是南星给你的，让你这段时间都带在身上。谢薇不知道符纸是做什么用的，但还是接过去，小心翼翼放进口袋。齐玉堂沉默片刻，道：“我想了想，还是应该跟你道个歉啊。”谢薇一愣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他都给齐玉堂下降头了，他不骂他就算了，还跟他道歉。我送你那条手链的时候，并不知道它的含义，这是我的问题。另外，齐玉堂顿了顿，你联系我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你对我有好感，但我没有直接拒绝你。一边享受着被女明星爱慕的愉悦，一边装傻充愣，让你产生了误解。后来你不联系我了，我以为你转移目标了，也就没当回事。现在想想，如果我能早点把话说清楚，也不会有发生后面的事。谢薇连忙摇头：“不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太固执，还要面子，变成现在这样是我咎由自取。眼下他给人下降头的事已经人尽皆知，不管外面那些人信或是不信，他这个劣迹艺人的标签都不可能再撕下去了。”正想着，一道身影走进来：“你就只跟他道歉吗？”司环宇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这里，双手抱胸，戏谑地看向谢薇。姻缘煞解开后，谢薇已经彻底清醒了，知道司环宇根本没对他做过那些事。司环宇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不好，在媒体面前抹黑你，我向你道歉。谢薇从床上起来，向司环宇90度鞠躬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可是国民女神，我可受不起。”女神，谢薇自嘲地摇了摇头。这件事之后，我在娱乐圈肯定是混不下去了，往后我会找个其他工作，彻底退居幕后。谢小姐真的甘心吗？南星也来到房间：“你八字金水旺，以火为用，是出道就能大火的命格，可是我的前途已经被我自己断送了。”谢薇垂眸，表情有些失落。南星走到她面前：“你可以继续做你的明星，
但前提是你要多多行善积德，将身上背负的孽障清除干净。到时候，你的粉丝会继续支持你。真的吗？谢薇睁大双眼。我不会被封杀吗？这要看你积累的福报够不够多。谢薇听明白了，南星的意思是，只要他从现在开始日行一善，就还有机会出现在大家眼前。而南星也很确定，谢薇能够做到，因为他刚刚掐算了一下谢薇的命格，发现他此后一直致力于反邪教宣传，赚到的钱也全部都投入到了慈善事业当中，帮助很多孩子过上了更好的生活。楼下，霍九九已经炒好一大桌菜。原本他是不会做饭的，但有孟听兰在旁边指导，他做的倒是像模像样。其实现在外卖很方便的，我要是不会做饭，还可以点外卖。外卖不干净，而且不环保，还是得自己做。孟听兰站在霍九九身边，盯着锅里的土豆片，快翻2下，都糊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您这么啰嗦呀？霍九九嘴上说着孟听兰啰嗦，脸上却挂着笑。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幸福过了，这种被母亲唠叨的感觉，对他来说弥足珍贵。九九，那个男孩怎么一直往这边看？他不会能看到我吧？谁呀？霍九九回头，看到齐玉堂正往这边看。齐玉堂没想到霍九九会忽然回头，嘴角一抽，赶紧把身子转过去。正巧这时，南星从他身边经过，齐玉堂连忙叫住南星：“南星，南星驻足，怎么了？”齐玉堂抿了抿唇，凑到他耳边：“你妹妹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我好几次看见她对着空气说话。第71章，她不是你的正缘。”一开始他还以为霍九九戴着蓝牙耳机，后来发现他耳朵上干干净净，什么也没有。对着空气说话不一定是脑子有问题。南星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句。齐玉堂愣了2秒，恍然大悟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他是在跟……不对呀，他又不是道士，为什么能看见？我给他开了天眼，天眼能不能给我也开一个？最好不要。”南星语气淡淡：“他开天眼是有理由的。还有，你和你妹妹一样，八字都比较弱，还是不要轻易尝试。他八字弱。”齐玉堂有点接受不了这件事，又问：“那傅青燕呢？她的八字怎么样？”“她是百年难遇的帝王命，一般的邪祟伤害不到她。”齐玉堂想过答案可能不是他想听到的，却没想到这么刺耳。他努力控制住情绪，扬起嘴角：“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讲究一个阴阳平衡，你这么厉害，就该找个弱点的。”南星，开饭了，开饭了。正在这时，霍九九把最后一道菜端上餐桌。南星看向齐玉堂：“麻烦齐少爷去叫一下其他人。”齐玉堂欲言又止，没再多说什么。一顿饭，大家吃得心满意足，霍九九也为自己大显身手而感到自豪。就在大家酒足饭饱时，门铃响了。霍九九有些奇怪，不记得自己约过什么人。他走过去，把门打开，下一秒，2张熟悉的脸出现在眼前。“九九，是我。”思妍今天一身白色连衣裙，画的素颜妆，乍一看像朵楚楚可怜的小白花。她的旁边还跟着苏福雅。“九九，我们看到直播了，南星和谢薇是不是在这里呢？”苏福雅探头往里面看，霍九九刚想否认，南星便走过来。苏福雅看到南星，眼前一亮：“南星，我是带妍妍过来道歉的，可以让我们进去吗？”常言道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南星也清楚，这种时候不可能把人直接轰出去，只道：“请便。”苏福雅一听这话，赶紧拉着思妍进去。看到客厅里坐着的人，苏福雅正在原地。齐玉堂，他怎么会在这？思妍倒是一点都不惊讶。自从他得知那条手链是谢薇的，就串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他以为那条手链是齐玉堂送给南星的，实际上是齐玉堂送给谢薇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手链跑到了南星手上。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司环宇看到母女俩，眉头不自觉拧紧，因为思妍的所作所为，他差点被全网封杀。
现在看到他，实在是笑不出来。思妍走到司环宇面前，委屈地低下头：“二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司环宇想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但碍于苏福雅在场，还是道：“你能反省是最好的，毕竟你是司家千金，一举一动都会被媒体放大。还好这次有南星帮忙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听到司环宇拿他和南星做比较，思妍抿了抿唇，眼底闪过一丝不甘。苏福雅悄悄拽了拽思妍的袖口，问：“谢薇呢？我带妍妍去跟她道歉。”道歉就不必了。谢薇从远处走来，是我抹黑司环宇在先，一切因我而起。现在事情都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思妍看到谢薇，故作自责地低下头：“薇薇姐，就算你这么说，我都也要向你道歉。”说着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礼物：“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是条手链，虽然和你那个不是同一个品牌，但价位只高不低，希望你能收下。”“我不要。”谢薇摇了摇头：“我说了，一切因我而起，我没有理由收这个东西。”被当众拒绝的思妍有点下不来台。苏福雅连忙帮腔：“谢小姐，你就收下吧，这是妍妍的一点心意。”谢薇摇了摇头，转身上楼。齐玉堂也起身：“我忽然想起公司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等会儿我也要去公司，捎我一段。”司环宇追上齐玉堂，眼看众人作鸟兽散，母女俩哪里还不懂他们的潜台词？这些人分明就是不欢迎他们。苏阿姨，我和南星也有事要忙，要不你们自己在这坐一会儿？霍九九佯装无辜地眨眨眼：“不用了。”思妍咬牙：“我和我妈妈还要去太子庙，快来不及了，就先不做了。”思妍离开别墅，刚一上车，就气愤地将手链顺着车窗扔出去，嘴里嘟囔道：“我送他礼物是给他脸了，他还不要。行了，你跟一个戏子置什么气？”苏福雅拍拍思妍的手：“咱们本来就是走过场的，不然你爸爸和你奶奶那里不好交代。”苏福雅嘴上这么说，其实心里也不好受。自从南星回来，他们一家就被搅得鸡犬不宁。他做梦都想时光倒流，让南星没来过这个家。而且他现在有点担心，如果南星算卦真那么灵，那他是不是也能算到自己当年是怎么丢的？如果算到了，那他岂不是要倒霉了？妈，你说的那个大师到底灵不灵啊？思妍的话将苏福雅的思绪拉回来。刘太太介绍的，当然灵了。可是谢薇下降头都失败了。思妍皱眉：“万一我跟他一样被煞气缠身了怎么办？”“那怎么可能？他找的是泰国巫师，是歪门邪道，咱们不一样。咱们请的是太子庙的老道士，人家功德高着呢。”思妍点点头，心情稍微好了点。这次他在二哥面前鞠躬失败，反倒让二哥对南星轻言有加，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很快，车子开出小区，驶向南山太子庙。谢薇的事就这样告一段落。他的粉丝一开始坚称南星直播时用了特效，直到一位技术大佬站出来，声称他解析了视频里的内容，没有发现特效痕迹，粉丝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难道那天他们看到的都是真的？后来又有更多人出面佐证，其中就有那个扬言要去墓地吃烧烤的大哥。他说那天他确实去了墓地，摆了一桌烧烤，正撸串的时候，一阵阴风吹过，他的鱼豆腐就消失了。是的，凭空消失了。他翻出订单，确定自己点了鱼豆腐，又看了眼给朋友发的照片，上面也是有鱼豆腐的。那天回去之后，他就开始发高烧，据说烧糊涂的时候，嘴里还不停念叨我的鱼豆腐去哪了。南星这边因为帮司环宇解决了一个大难题，司长海直接给他打了100万，还亲自邀请他到家里吃饭。南星是个懒得走动的人，但架不住霍九九缠着他，说他想一起去。而南星似乎也注意到霍九九的红鸾星似乎有异动的迹象。南星，你说我穿这条裙子怎么样？霍九九在落地镜前面转了一圈，期待地看向南星。南星沉默了几秒，问：“你喜欢司环宇？”
霍九九闻言，脸刷得红了。没有啊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的红鸾星动了。红什么？没什么。南星摇了摇头，纠结片刻，还是道：你和司环宇不合适。霍九九一愣，下意识问：为什么？你们之间没有姻缘线？南星道：你的正缘不是他。霍九九正在原地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对司环宇确实有一点点好感，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他还不觉得怎样，近距离接触后发现司环宇本人比电视上要好看许多。他那个人性格耿直，我行我素。你们如果在一起，隔三差五就会吵架，他也不会因为你生气了就来哄你。能和他走到最后的只有两种人，要么与世无争，脾气非常好，要么能从认知上碾压他，让他心甘情愿臣服。很明显，你不属于这两种人，而且你对他应该只是单纯的花痴，并不是喜欢他的性格。霍九九没想到南星看穿了他的心思，支吾道：忽然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又没想跟他怎么样，最好是这样。南星意味深长，不然你会受伤的。霍九九表情平静，其实心里已经破防了。他母胎单身至今，好不容易对一个人产生好感，还被南星说成这样，所以他的正缘到底在哪？你也别太郁闷，我感觉你的正缘就快出现了。南星摸着下巴端向霍九九，口中喃喃：不，也许已经出现了。南星和霍九九抵达时，司长海已经让人准备好饭菜，司明阳正在帮忙摆放碗筷。南星，你来了，大哥。南星走到司明阳面前，这是我朋友霍九九。司明阳微微颔首，你好，我是南星的大哥。司明阳，你好。霍九九眼珠一转，凑到南星耳边，你大哥也挺帅的耶，他感情坎坷，也不是你的正缘。当他没说，很快众人落座，司长海开口就向南星道歉：南星，对不起，之前我对你可能有点误解，当时他在司家听信了司言的话，以为司环宇是听信了南星的唆使得罪了谢薇，后来他看了直播，发现谢薇是真的有问题，不免有些庆幸南星让他提前远离。没关系，这很正常。南星一副无所谓的表情，玄学本来就不是被所有人都理解的。听到南星这么说，司长海更内疚了。小丫头早早失去母亲，走失的时候还是个小豆包，好不容易学会了一门傍身的技术，还被他们这些人质疑。南星忽然想到什么，从布包里拿出一块玉佩：大哥，这块玉佩送给你。你的那块就扔了吧。司明阳一怔，扔了？扔了。可是你那块玉佩起不到挡灾的作用。听到这话，司长海一惊，不会吧？那可是我去太子庙重金求来的。前阵子司明阳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总是做噩梦，他不放心，便去庙里求了块玉佩。原本他是不信那些的，但架不住太子庙的老道疯狂安利，说得特别邪乎，好像如果不买他的玉佩，司明阳就要一命呜呼了似的。于是他就买了，还在神像前面跪了好几个小时。那块玉石上没有灵气，虽然是上等的料子打造而成，但在邪祟面前只是个摆设。南星语气淡然，太子庙有很多假冒的道士，把自己包装得天花乱坠，其实什么也不懂。原来是这样。司长海如梦初醒，顿时有种被戏耍了的感觉。一群江湖骗子，我早晚过去把他们收拾了，您就不用操心了。司环宇道：我认识一个南山区的负责人，跟他打了声招呼，他说下半年会着手整治那边的风气。那就好，可不能让那些人逍遥法外，免得更多人上当受骗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，司明阳掏出脖子上挂着的玉佩，和南星送他的那块对比了一下，除了造型不同，倒是看不出有什么差异。当时父亲给他求了这块玉佩回来，叮嘱他一直要好好戴着，但是戴上之后，噩梦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，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要靠安眠药入睡。这玉佩可是南星亲手雕的呢。司环宇忍不住炫耀：
我也有一块，嘿嘿。司明阳闻言，心底泛起一股暖意。南星，谢谢你，不用客气。南星笑了笑。不过，大哥，有件事我得提醒你，如果你下次再梦到那个人，记得来找我。那个人是哪个人？司环宇以为两人背着他有秘密了，吃醋地问：南星，你说的是谁呀？我也不认识。南星耸耸肩，只是感觉大哥之前是因为梦到什么人才惊醒的，就随口提一句。南星说的云淡风轻，却是把司明阳吓了一跳。他竟然知道自己梦到了什么。见司明阳脸色微变，司环宇也察觉到不对劲。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第72章，鬼将军跑出来了。没有。司明阳摇头，赶紧吃你的吧。司明阳越是不说，司环宇越是觉得有问题。他放下筷子，你不说，我就不吃了。那就别吃了。司明阳不以为意，把司环宇急得半死。好了，环宇，你哥不想说就算了，谁还没点秘密了？司长海站出来打圆场，司环宇威胁无果，只好作罢。但他还是在心里默默记下这事，准备哪天找司明阳把话套出来。吃完饭，司长海带着南星在各处转了转，给他讲了很多小时候的事，什么司环宇抢了他的包子，气得他坐在地上哇哇大哭，后来司明阳抱着他哄了半天才哄好，还有什么他童言无忌说要嫁给司明阳当老婆，司环宇争风吃醋跟司明阳打了一架，桩桩件件都令人啼笑皆非。南星对那些事完全没有印象，但也不妨碍他觉得很有趣。临走前，司长海又问他：你的钱够花吗？用不用大伯再给你转点？他觉得那100万对南星来说实在太少了，毕竟司妍1个月的生活费都有100万，同样是司家的女儿，南星的待遇总不能差太多。我不缺钱。南星顿了顿，不过确实有一件事需要大伯帮忙。司长海正担心自己没有用武之地，听到南星这么说，连忙道：什么事？你说，只要是大伯能办的，一定帮你办妥。我想让您帮我介绍一支靠谱的工程队。工程队？你要做什么？我想把白溪湾那栋大楼建成疗养院。司长海闻言，立刻明白南星为什么要找他帮忙了。司氏集团旗下有一家建筑公司，目前由他负责。这家工程队最出色的案例，就是市区那所善园疗养院。你想复制善园疗养院的风格？南星点点头。我之前去过一次善园疗养院，感觉那里的配套设施很齐全，布局也非常好。看得出来，设计师是懂风水的。白溪湾本就是一块灵气优渥的宝地，在那里建一家疗养院，相当于锦上添花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司长海拍着胸脯应下，谢谢大伯。话音刚落，一道熟悉的身影飘到他面前。南星，小仙姑，好久不见。温乐荣不知道什么时候跟到了这里，他的身上依然是那套万年不变的铠甲，站在司长海一个现代人旁边，充满违和感。您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南星眼皮一跳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温乐荣叹了口气，那还用问吗？当然是因为太无聊了。以前我住南平道的时候，还能看看来往的路人，现在搬到庄园，每天睁眼就是那群糙老爷们，太倒胃口了。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爱美之心人皆不对，鬼皆有之。我虽然死了，但我的喜好没变，还是喜欢女人的。南星没想到温乐荣威严的外面下还有这样的一面，更没想到他竟然能无视自己开的阵法，光天化日跑出来。您毕竟已经仙逝，经常到活人的地方，灵体容易受损，最好还是不要到处乱跑。哎，不打紧。温乐荣摆摆手，你给我挑选的住处灵气很足，我被滋养的精力充沛，现在就算是白天出来，也不觉得难受。南星悟了，怪不得温乐荣能追到这里。大将军本身功德就高，被灵气滋养后，更是没什么能困住他了。就算是这样，也不可以随便离开庄园。南星在某些方面十分固执，如果您觉得闷，
可以看看电视，电视里也有很多美女。我倒是想，可你好像没交电费。司长海见南星一直对着空气说话，就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那儿，身上顿时凉飕飕的。他不好打扰两人说话，往远处挪了挪，道：“南星啊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大伯先去忙了。”“好的，大伯慢走。”南星微微颔首，目送司长海快步离开。见碍事的人走了，温乐荣更加肆无忌惮。他像棵大树似的伫立在南星面前，双手抱胸，下巴一抬：“我不管，除非你给我抓几个美女鬼过去，最好是能歌善舞的那种，否则我还是会随时跑出来的。”以前他打完胜仗，军营里都会有歌舞表演，那些歌姬舞姬个个都是角色，比现在的整容脸强多了。这个恐怕有点难度。南星实话实说，常年徘徊在人间的鬼魂，除了您这种被世人供奉的功德之身，就只剩下那种怨气深重的厉鬼。一般厉鬼都好看不到哪去，那就抓点狐狸精什么的也行。温乐荣正说着，远处传来脚步声：“南星，你大哥说可以走了，咱们……”霍九九话没说完，目光落在温乐荣身上，惊讶地睁大双眼。他是……温乐荣飘到霍九九面前，垂眸睥睨：“小丫头，你也能看见我？”霍九九虽然已经习惯了天眼的存在，但眼前这位身高8尺的将军还是给他带来极大的压迫感。他做了个吞咽的动作，后退半步，讷讷点头：“你也是玄门后人。”温乐荣凑近霍九九嗅了嗅，奇怪，明明没有灵气，是我给他开的天眼。南星上前：“温将军，他是我的朋友霍九九。”“九九，这位是温乐荣。”“温将军，上次在去庄园的路上，你看到的那条车队就是护送他和将士们的。”霍九九的表情先是惊讶，之后又变成惊喜：“温将军，真的是您吗？啊，太好了！”看着上一秒还瑟瑟发抖的小丫头，忽然开始绕着自己转圈，温乐荣有些疑惑。霍九九对着温乐荣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最后摇头：“一点都不像。”“不像什么？”霍九九掏出手机：“我最近在玩一款女性恋爱游戏，里面有一个角色是以您为原型创造的。”温乐荣低头看手机，下一秒眉头微皱：“这人是我？”“帅吧？哪里帅了？一点都不帅。用你们现代人的话说，像娘炮一样。”画上的将军一身白衣，剑眉星目，英姿飒爽，长发高高束在脑后，手里握着一杆长枪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毫不相干。娘嘛，还好吧，女孩子都喜欢这种。霍九九说完才意识到说错了，连忙改口：“我的意思是，您在游戏里人气很高。”“人气高，就是有很多人喜欢的意思。”温乐荣听得似懂非懂，伸手夺过霍九九的手机，看了一会儿，他沉声道：“这不是我，你去跟画师说，让他改成我的样子。”霍九九张了张嘴，正想说这恐怕不行，南星便开口：“知道了，我会帮您转达的。”温乐荣一个古代的鬼将军，哪懂什么恋爱游戏，糊弄糊弄就好。霍九九似乎也明白了南星的意思，点头道：“您就放心吧。”温乐荣这才满意，因为温乐荣忽然跑过来，南星不得不先把他送回庄园。临走前，温乐荣威胁他，1个月之内要是不抓几只狐狸精过去助兴，他还会再跑出来。南星嘴上答应，实际却偷偷加固了庄园里的阵法。回到傅家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。南星洗了个澡，看时间还早，准备继续直播增加修为。这次他一开播，直播间里就涌进来好几千人，一些是他的老粉，一些则是慕名而来。美女大师终于开播了！今晚是抽奖还是看特效？特效？什么特效？有钱人就是厉害，明目张胆搞这种东西，一群人说什么的都有，倒是那些骂得很难听的人全都不见了。今天还是发福袋，抽到福袋的人，话音未落，南星便看到生生不息发起连线，他这才想起
之前那个双胞胎里的妹妹听说姐姐出事之后去了医院，然后就没再联系她。第73章，触怒了天道。南星接通连线，画面一分为二，安诺的脸出现在屏幕里。很快就有人发现，他的背景是一片墓园。这小姐姐，你怎么在这种地方连线？不瘆得慌吗？你那边是不是下雨了？屏幕里的安诺穿着单薄的衣服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，眼底一片死寂。他沉默片刻，道：“主播，我姐姐出车祸去世了。”我知道，南星并不惊讶，他那天就是看出安诺的姐姐命数已尽，这才说他的人生会变得光明。阴阳胎注定此消彼长，安诺的姐姐不在了，气运便全部倾注到他身上。你知道，安诺的眼底闪过一丝茫然。那你能不能算出我姐姐是被谁害的？他记得南星说他的命数变了，是因为有人在背后帮了他。那不就意味着姐姐的死不是意外，没有人害她？怎么可能？你上次明明说过有人在帮我，我想知道他到底是谁。安诺的情绪有些激动。我姐姐明明是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我比她差那么多，她都没嫌弃过我，还安慰我一切都会好起来。那个人凭什么伤害她？凭什么要擅自改变我和我姐姐的命数？安诺盯着屏幕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他是委屈过，觉得自己的命不如姐姐好，但这不代表他愿意用姐姐的命换他的命。他宁愿这辈子过得惨一点，也想让姐姐好好的。主播，求你告诉我到底是谁？我要给姐姐报仇，我不能让她就这么白死了。呜呜呜，小姐姐好可怜。虽然小姐姐的生活变好了，但却是以失去至亲为代价。换作是我也不能接受。这就是典型的，我喜欢吃苹果，他却非给我一个桃。大师，你快帮帮他呀！那个人改变他们的命数，算是违背天道了吧？看着安诺狼狈的模样，南星眸色微沉，半晌，他喃喃道：“今天发生的一切，都是你姐姐自己的选择。”什么意思？安诺不懂。你是想说我姐姐是自杀的？南星摇了摇头，有些真相未必是你想要的，即使听完会很难受，你也一定要知道吗？安诺毫不犹豫地点头，无论什么结果，我都接受。南星叹了口气，清冷目光落在安诺身后那块墓碑上，淡淡道：“你姐姐之所以跟你互换了命数，是因为她惹怒了天道。她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知道了阴阳胎的秘密，也知道此消彼长的规律。为了不让自己成为被抹杀的那一个，她故意送你加了料的护肤品，让你容貌一天不如一天，故意给你介绍很差劲的男人，让他们扑你，故意找到你面试那家公司的 HR， 在他面前说你的坏话，害你失去工作机会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你本来就是阴阳胎里较弱的那个，就算他不这么做，你也会在49岁那年消亡。但他害怕你们之间的身份交换，所以想尽办法让你变得更惨，以此稳固他阳胎的地位。就在前不久，他的做法终于被天道察觉，天道认为这样的人不该成为被庇护的那一个，暗中交换了你们的命数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，都是你姐姐自己的选择。南星说完，直播间里一片唏嘘。天哪，我还以为姐姐是个好人呢，生生不息可是她的亲妹妹，她怎么能对亲妹妹如此歹毒？生生不息，不要为你姐姐难过，她不值得。虽然你姐姐不在了，但你终于可以享受自己的人生了，不是吗？我刚才就想说，小姐姐看上去好像比上次好看了一点，我还以为是滤镜的效果。看着网友们的评论，安诺不仅没有被安慰到，反而情绪崩溃，颓然坐在地上。怎么会？怎么会是这样的？姐姐那么善良的人，怎么可能在背地里害她？不，我不相信。姐姐她一直鼓励我，安慰我，绝不可能害我。主播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想把责任推卸到他身上，让我心里好受一点，对不对？安诺双眼通红，狠狠咬着嘴唇。他记得小时候，因为自己学习成绩差，做什么都做不好，爸妈总是打骂他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姐姐都会站出来保护他。
爸妈因为更喜欢姐姐，往往都会听她的作罢。还有外面那些喜欢拿他们做比较的人，只要有人嘲笑她，姐姐就会狠狠骂走那些人，安慰她不要往心里去。那时的她觉得姐姐就像天使，只要有姐姐在，她就不会受到伤害。可是现在，南星却说姐姐一直在背地里陷害她，把她当假想敌，这也太荒唐了。姐妹，你清醒一点啊！你姐姐都被天道惩罚了，你还帮她说话，主播的实力有目共睹，你也知道她说的是真的，只是不能接受现实。而且你一直说有人交换了你们的命数，如果对方是人，那一定很喜欢你。你想想，身边有这样的人吗？安诺抿了抿唇，没有，没有这样的人。从小到大，除了姐姐对他无条件包容，无论是父母亲戚还是朋友，都拿他当对照组。他时常觉得自己很孤独，可就算是这样，他也不能接受南星说的那些话，因为如果他接受了，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连最后一个在乎他的人都没有了。我说了，有些真相未必是你想要的。南星蓦地开口，但既然你已经决定要听真相，就不要畏惧真相的残酷。你姐姐有一个社交平台的小号，里面有她写的日记，你登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小号？安诺茫然地看着屏幕。很快，南星发了条私信给他，里面是安许小号的账号密码。安诺连忙切到后台，登录那个名为“璀璨”的小号，里面有很多动态，还有姐姐安许的自拍照，可以证明这个小号就是他本人的。安诺指尖滑动屏幕往下拉，越看脸色越白。今天安诺的男朋友来家里做客，临走前加了我的微信，上来就是一句：“你和安诺真是双胞胎吗？感觉你长得像安诺开了滤镜的样子。”我问他是不是嫌弃安诺，他说没有，啧啧，男人都是口是心非的东西，不嫌弃他。加我微信干什么？今天安诺求着我推荐护肤品，还让我教他化妆。我把我之前用过烂脸的护肤品送给他了，他开心的不行，还说用了我的东西肯定能变成白天鹅，没把我笑死。爸妈又骂安诺了，说他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。我跟他们说，安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你们骂他没有意义，还不如赶紧找个男人把他嫁了。爸妈觉得有道理，估计很快就要催着他相亲了。我真的服了，他怎么天天来找我哭鼻子？每次看到他那张黑黢黢的脸就倒胃口，但还得陪着笑脸安慰他。没办法，我要是不破他，万一他觉醒了怎么办？古书上说阴阳胎此消彼长，他要是变好，我可就完蛋了。听说安诺要去集团面试，那家可是上市公司，他也配？幸好我认识那家公司的 HR， 我告诉他家里给安诺安排了更好的工作，结果他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。嘿嘿，不敢相信，安诺竟然勾搭上一个官二代，他不会真以为抱个大腿就能逆天改命了吧？不对，也说不定呢。古书上提到过阴阳胎交换命数的案例，我可不能给他这个机会。今天有个好消息，那就是安诺分手了。果然，我只是随便 P 了几张那个男人去夜店的图，再添油加醋的说上几句，他就当真了，还当着我的面把男人的联系方式删得一干二净。接下来，我还要把身边的渣男介绍给他，让他彻底被踩进泥潭里翻不了身。哎，为什么是49岁，而不是39岁，或者是29岁？如果他能早点死掉，我就不用在他身上浪费精力了。最后一条动态在这里戛然而止。那一刻的安许，也许还在幻想安诺死后璀璨的人生，却不知道他恶劣的行径早已被天道盯上。最终，他成了死在花样年华里的那个人。安诺切回直播间的时候，脸上已经落满泪水，身后的墓碑上，一张和他同样的脸，笑容灿烂。如今再看，却令人毛骨悚然。直播间里的人不知道安诺看到了什么，十分好奇，生生不息。你看到什么了？能分享一下吗？救命！好想钻进屏幕去偷窥，看小姐姐现在的样子，应该是看到她姐姐陷害她的证据了吧？
哎，小姐姐也是个可怜人，都看完了。南星问。安诺点点头，擦掉脸上的泪。他站起来，对着安许的墓碑深深鞠了一躬。再抬头时，眼睛里已经没有痛失亲人的哀痛，只剩冷漠。姐姐，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。我从没想过你会对我会抱有这么大的恶意，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失去你。也许对我来说，早在你知道阴阳胎秘密的那天，安许就已经死了。既然你的行为触怒了天道，让我们的命数交换，那我也不会浪费这个机会。我会带着这个秘密，好好活下去，这才对吗？人要向前看。姐妹，你冷不冷啊？墓地那边降温了，你多穿点衣服。我家公司正缺人呢。姐妹，你是学什么的？专业对口的话，可以过去工作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阿诺说完，又对向南星道谢。主播，刚才是我的情绪激动了，对不起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不客气，事情已经有了结论。安诺也没什么想要再问的，他打赏了个礼物，正准备下线。南星道：那个男人还在等你，既然误会解开了，就去找他吧，他会是你的正缘。安诺一怔，很快便明白南星说的是谁。当初被他踹掉的那个男人其实对他挺好的，家里是官员，人也温柔，但他却因为安许 P 的那几张照片，认定男人是在玩弄他的感情，把他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。没想到他还在等自己。安诺百感交集，谢谢，我马上去找他。安诺下线后，南星掐算了一下他的命数，发现他在未来会和官二代结婚，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研究生出国留学，育有一子，家庭和睦美满。而他的原生家庭那边，因为父母一直偏袒安许，怀疑安许的死和安诺有关，便和他断绝关系，10年如一日地追查安许的死因。后来安诺发达了，他们又回去找安诺，但被安诺无情拒绝。妥妥大女主剧本。南星睁开双眼，发出下一个福袋。这次是一个名叫财源滚滚的男人抢到了福袋，男人送上浪漫之心，接通连线。大师你好。男人目测30来岁，身材微胖，笑眯眯的样子很有亲和力。你好。南星看了眼男人的面相，你想算财运？是的。大师果然厉害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这有什么厉害的？他名字叫财源滚滚，不算财运还能算什么？上面是新来的吧？主播可厉害了，是真正的大师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一个浪漫之心不便宜，人家也不是冤大头，知道算得准才来的。看到网友的评论，男人笑着道：你们说的没错，我就是看中大师的实力才打赏的。最近我接触到一个不错的项目，感觉稳赚不赔，也想让大师看一下有没有赚钱的机会。南星盯着男人的脸看了几秒，随后道：你那个项目赚不到钱。男人表情凝固了一瞬，很快又恢复平静。他反问南星：我还没说项目是什么，大师就已经确定了吗？是的。南星顿了2秒，又补充：不仅赚不到钱，还有可能把命搭进去。此话一出，男人陷入沉默。第74章，把女朋友送到缅甸，把命搭进去，他就搞个项目，有那么严重吗？男人虽然是因为相信南星的实力才来连线的，但听到他这么说，还是生出一丝怀疑。大师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这个项目是我一个同事介绍的，我俩关系很好，他也很照顾我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他经常请我吃饭，能看得出来，他家里应该挺有钱的。前阵子他看到这个项目，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了，说有内部渠道，稳赚不赔。我感觉他家境那么好，内部渠道应该是真的。而且我也问过他为什么带我赚钱，他说他身边的朋友都很有钱，就我是普通上班族没副业，他不想我在他朋友里面垫底，就打算拉我一把。什么生意那么赚钱？带我一个好不好？还有我，你们没听主播说这个项目赚不到钱吗？一群假粉！哎呀，开个玩笑嘛！就算我们这么说，财源滚滚也不会真带我们去啊。话说回来，
你们不觉得他朋友说的话有点奇怪吗？听着像破似的。男星没有理会评论，继续问：你朋友是不是说下礼拜要带你去一趟羊城？男人一愣，表情忽然变得有些严肃。他点点头：是，我们车票都买好了。他是骗你的。男星道：到时候他会谎称有事，让你一个人先过去，等你到了目的地，接应你的人会将你迷晕送往缅甸。什么？男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大师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我又没得罪他，他送我去缅甸干什么？南星知道他现在说什么男人也不会信，于是道：帝豪会所，他现在就在那儿，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男人虽然怀疑，但也不敢拿自己的腰子开玩笑，果断打车前往帝豪会所。夜幕低垂，会所里正是热闹的时候。男人在南星的指引下来到5层的某个包厢门口。大师，是这间吗？对，那我进去了。等一下，南星叫住他，你把门推开一半，别让人注意到你。男人不明所以，还是乖乖照做。包厢里烟雾弥漫，酒气熏天，大家都忙着嗨，没人往他这边看。下一秒，他听到2人说话的声音：胡少，怎么这么快又要弄第2个人过去啊？因为他是聂霄儿的表哥啊！手下一愣，您的意思是李伟是为了查聂霄儿的事才接近您的？胡宏文冷笑，握着高脚杯的手不断收紧。不然呢？他为什么对我这么热情？我随便给他点小恩小惠，他就跟只哈巴狗一样替我鞍前马后。说的也是。手下点点头，旋即道：您就放心吧，被我催老九送出去的人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来。如果您想，我还可以把他送到聂霄儿那个园区，更有意思。好啊，让他们兄妹俩在那边团聚，也算是行善积德了。李伟听着胡宏文说的话，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真相会是这样。3年前，他的表妹谈了个富2代男朋友，几个月之后，忽然人间蒸发，小姨和小姨父找的头发都白了。这么长时间过去，大家都以为表妹可能是不小心死在了哪里，却没想到竟然是被胡宏文送去了缅甸。而现在，胡宏文以为自己是为了调查聂霄儿失踪的事才跟他做朋友，担心东窗事发，又要把他送过去。男人忍无可忍，一把推开包厢的门，走到青年面前。包厢内光线昏暗，青年看到他愣了一秒。李伟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脸就狠狠挨了一拳。李伟揪住他的衣领，咬牙问：胡宏文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？我表妹真被你送去缅甸了？酒精上头的胡宏文也不打算隐瞒，嘲讽勾唇：是真的又怎样？那婊子本来可以安安分分待在我身边的，但她却查我家的底，还要整理证据送到中央，我当然要让她滚得远远的。这就是你把一个无辜女孩送到缅甸的理由吗？李伟眼睛烧得通红。胡宏文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胡宏文笑了，嘴角有血渗出来。这世界上哪有什么报应，不过是弱者的自我安慰罢了。我胡家在京城混迹这么多年，死在我手里的人没有几千也有几百，你看我现在不也活得好好的？不也是随便动动手指就能捏死你们这群蝼蚁？李伟震惊地看着胡宏文，所以在你眼里，我就只是蝼蚁？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却想着怎么害死我？而且，你真以为自己是胡家少爷就能为所欲为？胡家上面还有4大家族，还有华国政府，就算我制裁不了你，也有的是人能制裁你。胡宏文闻言愣了片刻，紧接着疯狂地笑了出来，哈哈哈！你一个村里出来的凤凰男，还妄想当我的朋友？我不过是看你单纯，愿意帮我收拾工作中的烂摊子，才把你留在身边。哦，对了，你工作的那家公司其实是我叔开的，他让我到基层历练历练，我才去了那里，不然以我的家境，怎么可能跟你这种土鳖做同事？还有，少拿4大家族压我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把他们叫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会不会帮你制裁我。话音刚落，
几名警察冲进包厢，都干什么呢？你把手松开！警官指着李伟，李伟连忙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，这个人贩卖人口，他把我表妹骗到缅甸，现在又要骗我过去，还有他家……好了好了，这些我们会调查清楚。”警察似乎不想听李伟说什么，给同事使了个眼色。同事上前压住胡洪文道：“胡少爷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“好啊。”胡洪文一副无所谓的表情。“我可是守法公民，一定配合警方调查。”第75章，他背着你有一个孩子。直播间一直挂着，观众们见胡洪文如此淡定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这些警察也是为胡家办事的吧？他敢在那里大放厥词，肯定是有人罩着的。这种事不捅到中央，不会有什么结果。而且缅甸已经跨境了，就算政府出手，也很难把人找回来。黑暗，太黑暗了。对了，主播不是私家千金吗？能不能把这个姓胡的办了呀？你这不是怂恿主播以暴制暴吗？你也跟我们走一趟。警察看向李伟，我们需要你的口供。李伟跟着他们走出包厢，想起直播间还挂着，他小声道：“主播，我要去一趟警局，先挂了。”“等等！”南星叫住他，“一会儿到了警局，别提胡洪文做的那些事，就说你们闹了点误会，已经解决了，记住了吗？”“啊，主播什么意思？那个姓胡的都草菅人命了，还要包庇他吗？私家和胡家不会是有什么利益往来吧？虽然我是星辰不移的铁粉，但如果主播真的是非不分，那我会立刻取关的。宝子们先别乱猜呀，有没有可能主播是担心胡家和警方勾结，所以才让李伟用这种方式自保？”显然，李伟也明白了南星的意思，知道了主播，我会注意分寸的。说完，便切断连线。直播间里的议论还在继续，更有甚者扬言要彻查胡家，让他们双规。南星担心再这么下去，他的直播间真要封禁，无奈道：“好了，有什么话大家粉丝群里说，下面我要连线第3个人了。”粉丝们这才消停下来。南星发出下一个福袋，这次是一个名为情歌浅唱的网友抢到福袋，打赏完浪漫之心，南星接通连线，画面里出现一男一女，女人留着精明干练的短发，眉目如画，男人胖胖的憨态可掬，像只可爱的大熊猫。“你们是夫妻还是姐弟呀？”“我赌100万他们是夫妻，因为我看到墙上的结婚照了。”“我也看到了，但照片上的男人看着很瘦，和这个胖仔一点都不像。”女人看到网友们的发言，笑着道：“他确实是我老公，长胖是因为幸福肥，因为这些年都是我在外面工作，他做家庭主妇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他才120多斤，现在都180斤了。不过，不管我老公长什么样，我都爱他。”平白无故被塞了口狗粮是怎么回事？老粉表示已经习惯了，上次那对追星男女也是塞狗粮，我们怕他们生在直播间。姐姐，考虑3个人一起过日子吗？我会做饭，会做家务，还会暖床，加我一个，没有什么是比躺平更幸福的事。南星看着屏幕里的2个人，问：“你们想算什么？”“我想算，我这辈子还能不能有孩子？”女人抿了抿唇，表情有些惆怅。“我是个事业型的女人，刚结婚那会儿，我老公提出生孩子，我没同意。现在岁数大了，看到朋友们陆续有了宝宝，亲子关系也很和睦，就渐渐改变了想法。这2年，我和我老公一直在努力，期间也怀过2次，但都掉了。医生检查说是我宫寒非常严重，让我吃中药调理。可是我吃了中药，又去庙里求子，还是没用。”听到女人这么说，男人心疼地握住她的手。没事的老婆，实在怀不上就算了。很多家庭没有孩子，不也过得很好吗？可我就是想生一个属于咱俩的孩子。女人说着，又叹了口气。当年你提出要生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应该答应你。那会儿我还年轻，身体好，怀孕应该很简单。现在年龄大了，想要反而要不上了，这也不能怪你。当时你处在事业上升期，
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考虑。再说，为了要孩子，你吃了那么多苦，已经很努力了，千万别把责任推卸到自己身上，我会心疼的。男人似乎对怀不上孩子这事很看得开，不仅没有埋怨女人，还一个劲儿地安慰她。天哪，这个老公也太暖了吧！怪不得姐姐可以允许他在家里享清福，自己在外面打拼，情绪价值也是价值。我现在已经生了2个女儿的，老公还吵着要3胎，说必须生个儿子才算圆满。他要是能有姐姐老公这样的觉悟，我也不用遭这么多罪。一直搞不懂为什么非要生儿子，是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吗？姐姐没孩子也挺好的，老了可以去养老院和老 baby 们一起嗨。虽然网友们一直在安慰她，但女人还是心有不甘，又问了一遍：大师，你看看我还能有孩子吗？男星摇头，你的期缘线很淡，几乎看不见，应该是不会有孩子了。女人愣了一下，顿时无比失落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我不管怎么努力都没用。老婆，别难过了，就算你生不出孩子，我也照样爱你。男人赶紧安慰。男星盯着男人的脸看了几秒，忽然道：你当然会这么说，因为没有孩子的人是他，而不是你。哈，什么意思？是说他以后会和姐姐离婚，有自己的孩子吗？反转了，反转了！这个直播间太有意思了，天天都有瓜吃。男人的表情一下僵住，不满道：主播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和我老婆很相爱，即使没有孩子，我也不会跟他离婚的。男星懒得听他辩解，往椅背上一靠，淡淡道：情歌浅唱，你老公已经背着你和其他女人有了孩子，就养在隔壁楼里，不信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过去看看。女人闻言，脸色倏然变白，她不可思议地看向男人：老公，他说的是真的？怎么可能？男人拍案而起，用气势掩饰心虚，他肯定是为了流量在这胡说八道，连我有孩子这种鬼话都说出来了。女人也有点犹豫，她可以接受命里无子，但不能接受自己老公出轨，还跟别的女人生了孩子。见男人死鸭子嘴硬，男星叹了口气：你如果知道我是谁，就应该清楚我不缺那点流量。至于我说的是真是假，让你老婆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情歌浅唱，地址我私信发你了，是活在现实还是活在梦里，由你自己决定。第76章，头顶青青草原。男人没想到男星连地址都能算出来，顿时有些慌乱。老婆，你不会相信他说的吧？咱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？再说我是疯了吗？找小三还让他住在一个小区。老婆，你把直播关了吧，别让这种骗子影响咱们之间的感情。女人本来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，见丈夫这么急着让她关直播，一颗心瞬间坠入谷底。她冷着脸，一字一句道：他是不是骗子我自有判断，倒是你左震没做亏心事，你紧张什么？我不是紧张，我是怕你打扰邻居，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小区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你就这么过去抓小三，人家会怎么想？我管他怎么想，我只想知道真相。女人说着就往外走，左震急了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：江素，你冷静点，放手！我不，完了完了！看她老公这个反应就知道主播又猜对了，但是我有点奇怪，她老公为什么要让小三住得这么近？姐姐工作那么忙，估计每天都很晚回家吧，把小三放隔壁楼，平时偷吃也方便。妈呀，这也太恶心了！见左震一直不撒手，江素忍无可忍，一拳砸过去，男人嗷的一声倒在地上，晕过去了。在直播间观众震惊的注视下，江素蹲在地上探了下左震的鼻息，确定还活着，直接起身向外走去。卧槽，姐姐好酷，这渣男也太弱了吧，一拳就倒了。看他那个体型就知道平时不健身，妥妥一个虚弱的胖子。江素保持着连线，按照男星私信他的地址找到门牌号。他站在防盗门外面做了个深呼吸，按响门铃。很快，里面传来脚步声，随之而来的是女人的碎碎念：
盼盼，不许把玩具弄得到处都是，听到没？不然妈妈要生气了。房门打开，江素和女人四目相对，但他看清女人是谁，周身的血液瞬间凝固。戴晴，江总。戴晴看到江素，脸色倏然变白。您怎么来了？江素没有解释，直接推开戴晴走进去。客厅里，一个2岁左右的小男孩正坐在地上玩游戏。江素看到小男孩，身上更冷了。之前戴晴刚生的时候，他看过孩子的照片，但因为那会儿孩子太小，五官还没长开，很难看出和左震有什么相似之处。现在一看，好像还真有点像。盼盼看着江素，茫然地眨眨眼。戴晴连忙上前将孩子抱起来，警惕地问：“江总，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”到了这会儿，江素已经可以确定，她的下属就是老公的小三。她迈步走到戴晴面前，冷笑：“戴晴，偷吃的感觉是不是很好？”戴晴睫毛微颤：“江总，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这个孩子是左震的吧？”江素看向盼盼，嘴角勾起嘲讽的笑：“他连个名分都没给你，你就心甘情愿给他生孩子？”戴晴本来还想装一装，听到江素这么说，忍不住轻嗤：“名分有什么用？男人的爱才是最重要的。何况他已经答应我了，很快就会和你离婚，娶我做老婆。”听到这话，江素忍不住笑出声：“那种又穷又胖的软饭男，你喜欢就赏你了。就是不知道你因为第三者插足的丑闻被公司开除之后，他愿不愿意出去赚钱养你？你要开除我？”戴晴一愣：“我每天兢兢业业工作，孕晚期都坚持上班，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？”江素懒得跟戴晴废话，直接用镜头对准他的脸：“忘了告诉你，我正在直播。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是小三了，就算我不开除你，公司也不会留着你这颗破坏公序良俗的老鼠屎。爽啊，太爽了！我承认我是个俗人，就爱看这种狗血的戏码。加一就是可怜了孩子。”戴晴看到江素举着的手机，眼底闪过一丝惊慌，伸手就去抢：“把手机给我！”江素把手一抬，戴晴扑了个空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门打开，鼻青脸肿的左震冲了进来。见左震来了，戴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眼光一闪，直接抱着孩子倒在地上，哭哭啼啼道：“江总，我错了，你打我吧，不要打孩子，孩子是无辜的。”左震没有看到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但直播间里的网友却是看得清清楚楚。好一个恶人先告状，死绿茶，吃老娘一棒！只有我更想揍渣男吗？他可是罪恶之源啊！盼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大大的眼睛左顾右盼。戴晴趁机在孩子的胳膊上狠狠拧了一下，盼盼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左震心疼坏了，一个箭步冲过去将孩子抱起来：“盼盼别怕，爸爸在呢。”紧接着瞪向江素：“江素，你怎么忍心对孩子动手？这就是你的素质吗？”听到左震自称爸爸，江素的心彻底死了，他哑然失笑：“素质？你一个婚内出轨，在外面开枝散叶的渣男，跟我谈素质，是不是太可笑了？”见江素已经知道了一切，左震也不打算再隐瞒，直言道：“你生不出孩子，我让别的女人给我生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左家需要后代，我爸妈不止一次说想抱孙子，我也是为了完成老人家的心愿才这么做。你与其在这里指责我，不如想想自己，要不是你掉进钱眼里，一直想着升职加薪，怎么会错过最佳生育年龄？还有，你知道我们老家的人都是怎么说你的吗？他们说你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说我们左家娶了你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我爸妈因为你那么大岁数还要被人戳脊梁骨，我心疼他们有错吗？”江素竭力保持的情绪，声音哽咽道：“左震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你被公司辞退之后一直待在家里，我心疼你才没催你找工作，结果你一歇就是好几年。如果没有我在外面努力，咱们吃什么喝什么？你在家享清福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娶我是件很倒霉的事？现在你享受够了，
又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不觉得很讽刺吗？江素薄唇紧抿，眼泪顺着眼角滑落。他知道为一个渣男流眼泪很丢脸，但他和左震毕竟结婚这么多年，一直活在幻境里，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，殊不知幻境破灭后的真相是如此残酷。阿震，别跟他废话了。戴晴给左震使眼色，你不是要跟他离婚吗？不如现在就离了吧。毕竟离婚之后，左震能分到一半的财产，他和孩子也能跟着享福。左震也早有此意，他看向江素，冷冷道：“本来你不去算命，咱们还能相安无事的把日子过好。现在你亲手把遮羞布扯下来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了。江素，我们离婚吧。戴晴为了等我受了很多委屈，现在我只想给她幸福。她到底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？姐妹们，我88米的大刀已经收不住了。”渣男滚出地球！江素看着眼前熟悉而又陌生的男人，眼中的悲痛一点点敛去，最后只剩冷漠。好，那就离婚吧。你可不要耍什么花招。戴晴道：“阿震是因为你生不出孩子才跟你离婚的。说起来，你算过错方，应该弥补阿震的精神损失费。”江素不语，低头按着手机。戴晴说的对，你要赔我精神损失费。左震跟着附和：“没有哪个男人不想要孩子，我也是没办法了才找别人给我生的。”江素冷笑，已经懒得和这对狗男女废话了。发完微信，他切回直播间，对左震道：“我已经联系了全律师，出具离婚协议，具体的财产划分就按婚前财产公证里说的算。”左震闻言表情一凝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说的好像是人话吧？左先生听不懂吗？”江素眉梢微挑：“咱们婚前签订了财产公证，属于我的钱，你一分也别想拿走。”你说什么？左震慌了。那份协议，我们不是已经去公证处撤销了？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他为了表忠心，和江素签过一份财产公证，大概就是江素的财产全部都是他一个人的，离婚之后也不能分割。但是后来他通过精湛的演技，让江素对他卸下防备，两人又去公证处把协议撤销了。难道江素失忆了吗？思忖间，女人走到他面前，嫣红唇瓣轻启：“左震，你不会真以为我是个蠢到愿意为爱不顾一切的恋爱脑吧？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，做人要给自己留后路，所以当年你提出撤销婚前协议的时候，我留了个心眼。我带你去的公证处是假的，公证人员也是我朋友扮演的，所以根本没有撤销这回事。现在那份协议还是生效的状态。姐妹们，我学到了，姐姐太酷了，竟然这么有先见之明。她肯定早就看透了男人的本质，想再赌一把，结果赌失败了，在线征婚，愿意签婚前协议的那种。左震怎么都没想到，他眼中贤良淑德的老婆竟然会跟他耍心眼儿。江素，你敢骗老子！左震怒火中烧，一把揪住江素的衣领。戴晴吓坏了，抱着嗷嗷大哭的孩子愣在原地。就在这时，玄关传来脚步声，一个陌生男人走进来。左震来的时候太急，忘了关门。男人看到门开着，就自己进来了。看到客厅里乱成一团的情形，男人吓了一跳，忙问：“小晴，出什么事了？”戴晴怔了2秒，很快回过神来，红着眼睛扑进男人怀里：“磊哥，他们忽然冲到我家里打起来了，呜呜呜，好可怕！”左震正要揍江素，见戴晴扑到别的男人怀疑，抓着江素衣领的手倏然松开，气冲冲地问：“他是谁？这具情是什么走向？”提问：“被戴绿帽子的人到底是谁？等等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盼盼和那个什么雷长得很像啊？不只是直播间里的网友，左震也很快发现了这个滑点。他看看盼盼，又看看钱磊，一大一小根本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就在这时，盼盼忽然朝钱磊伸出手：“爸爸，抱！”这一声“爸爸”让左震彻底破防。他大吼：“戴晴，这男人到底是谁？盼盼为什么叫他爸爸？盼盼都没叫过他爸爸。”戴晴原本还想瞒着这事，
等他和左震结婚，拿到钱再跟他一刀两断。眼下左震拿不到钱了，他也不再隐瞒，扬起下巴道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，他才是盼盼的亲生父亲。要是早知道你跟江素签了婚前协议，我才懒得陪你演戏。”听到这话，左震如坠冰窟：“小晴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盼盼怎么可能是他的孩子？他明明……怎么不可能呢？”戴晴笑了：“你为了顺利跟江素离婚，偷偷往他的中药里加料，让他怀不上孩子，而我为了不给你生孩子，也往你的饭菜里加了料。”左震闻言，脚下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。他为了不让江素怀孕，给他下的药都是不可逆的，也就是说，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绝育了。江素更是正在原地，浑身都在发抖。原来他生不出孩子，不是因为身体有问题，而是左震不想让他生。戴晴，你这个贱人！左震抓起手边的水杯就往戴晴身上砸，但很快他又想到什么，不可能，算命的刚刚才说我会有孩子，盼盼肯定是我的种。戴晴，把孩子给我，我要带盼盼去做亲子鉴定。不用做了。直播间里忽然传出南星的声音，左震这才发现江素一直没有切断连线，他失神地冲到江素面前，一把夺过手机：“主播，不对，大师，你不是说命中无子的是我老婆，而不是我？你刚才还说我背着他把孩子养在隔壁楼里，那不就说明盼盼是我的儿子？”第77章，未婚妻欲擒故纵。看着男人破防的样子，南星淡定耸肩：“我是说你和外面的女人有个孩子，但没说那个孩子是你的。什么？你养的孩子也叫你的孩子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……”左震气疯了：“骗子！你就是个骗子！我要举报你，举报你传播封建迷信，人家说的都是真的，你急有什么用？”戴晴这会儿已经在旁边看起好戏。你要是不信，就去做亲子鉴定，看看盼盼到底是谁的种。戴小姐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南星话锋一转：“你身边的男人不会娶你的，几年后你还得带着孩子回去求左先生回心转意。”戴晴表情一凝：“你胡说什么？这孩子又不是他的，我回去求他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，因为你旁边的男人不会娶你。他的面相显示最近会有正缘出现，并且他和正缘的姻缘线非常牢固，等他认识了那个女人，就会把你一脚踢开。”不可能！戴晴的情绪有些激动：“我和磊哥很久以前就认识了，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他不会辜负我的，对吧，磊哥？”钱磊刚要点头，就听南星继续道：“他的正缘是个狠角色，人长得漂亮，性格也强势。你一开始不相信钱先生会移情别恋，会和他纠缠几年，在这期间，他的正缘会在各方面碾压你，把你钉上小三的耻辱柱，让你承受莫大的侮辱。他把你这几年知三当三的事公之于众，害你找不到工作，无力抚养孩子。无奈之下，你只好去找左先生，求他回心转意。恰好那时的左先生饱受无后困扰，他因为生不出孩子，被家人逼迫，只好忍痛成为接盘侠。你们的未来会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。每当发生口角，左先生都会拿孩子不是亲生的说事，孩子也会越来越怨恨你们。”左震听到这里忍无可忍：“操！你给老子闭嘴！老子是有尊严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给别人接盘。”南星早料到左震会是这个反应，意味深长地勾了勾唇：“你现在生活这么惬意，花着老婆的钱在外面养小三，把尊严挂在嘴边也是正常的。但是如果你因为私自给江小姐下药而被判刑入狱了呢？”南星说完，左震不禁后背发凉，他下意识看向江素，对上女人阴冷的目光，心脏猛地一沉。江素是个女强人，收集证据送她进去这种事，她干得出来。左震越想越崩溃，再看面前和谐的一家三口，顿时理智全无，朝着戴晴扑了过去。钱磊英雄救美，和左震打成一团。江素趁机跑出来，背靠墙壁大口呼吸。须臾，他看向手机：“大师，
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还不知道要被渣男骗多久。现在醒悟也不晚。南星掐算了一下江素的未来，道：你虽然不会有孩子，但未来一片光明。你会遇到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，你们会相守到来。谢谢大师，我会振作的。接下来他就要收集证据，努力把渣男送进去了。江素切断连线之后，直播间还在热议，更有人扬言要给左震和戴晴送渣男贱女的锦旗。南星看了眼手机，见时间还早，准备再连线一个人。就在这时，司长林给他打来电话：大家稍等，我接个电话。南星说完便暂时离开。完了，友友们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大师上次就是在接完一通电话之后下播了。今天不会也一样吧？别呀，我还没看够呢。妈妈问我为什么不写作业，我说我在看玄学直播，她把我揍了一顿。就在粉丝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闲聊，并期待着下一个幸运儿会是谁的时候，南星回来了。抱歉，今天的直播只能到这了，咱们下次见。我是乌鸦嘴吗？竟然说中了，大师别走。再连一个吗？呜呜呜！我的下饭菜没了，今天真的不行，我先下了。南星说完，便关掉直播间。他匆匆换上外出的衣服，下楼时刚好撞上下班回来的傅青燕。傅青燕见他要出门，下意识问：“你去哪？”“回一趟私家。”南星语气淡淡，并没有解释原因。傅青燕也已经习以为常，他这个未婚妻整天神经兮兮的，一会儿对他搂搂抱抱，一会儿又冷得像座冰山。他把这种行为理解为欲擒故纵。下一秒，欲擒故纵的某人越过他，在楼梯的转角消失不见。看着南星神色匆匆的样子，傅青燕想起他上次只身去废弃厂房救人的事，心里莫名有些不安。沉默片刻，他掏出手机打给江岑：“南星回私家了，你跟着他，别让他给我惹麻烦。”南星下了出租车，一眼就看到守在门口的江岑。“南星小姐。”江岑微微颔首：“傅总担心您的安全，让我过来照看您。”傅青燕担心他的安全，这又是在搞什么行为艺术？南星一边往前走，一边道：“我回趟家而已，他是不是太警惕了？”江岑跟在他身后：“傅总是个深情的男人，他一定是感受到了您热烈的爱，才会全力以赴回馈。”南星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一眼江岑：“我热烈的爱？是啊。”江岑点点头。“您那么关心傅总，大老远跑到公司看他，还给他雕玉佩、画符，难道不是因为爱吗？”南星：“也许是这个理由太过荒诞。”南星甚至提不起解释的兴趣，沉默地接下这顶帽子。这下江岑更加坚信他的脑回路。与此同时，私家压抑的气氛弥漫在空气中的每个角落。往常这个时间，老夫人已经休息了，但现在老夫人不仅没睡，其他人也都守在客厅里坐立不安。“先生，大小姐来了。”佣人说完，南星走进来。苏福雅像是看到救星一样，快步走到南星面前，紧紧抓住他的手：“南星，你终于来了。”第78章，4号失踪。南星微微皱眉，不动声色地挣开苏福雅的手。原本私家的事他是不想管的，但眼下提升修为迫在眉睫，只有早日摆脱瓶颈，才能抓住加害傅青燕的真凶。“南星，你看看有什么方法能找到浩浩吗？”司长林眉头紧锁，语气焦躁不安。4号今天上完补习班就没回家，起初他们以为他是去同学家玩了，但等到晚上还是不见人影。苏福雅赶紧给4号平时几个不错的朋友打电话，结果他们都说不知道4号去哪了。更瘆人的是，4号的手机还提示不在服务区，定位也定位不到。一家人赶紧去报警，警察那边是立案了，但苏福雅还是放心不下。她想起南星之前用玄学找到谢薇的事，又去求司长林，好说歹说才把南星叫来。“南星，一定要帮帮阿姨，阿姨就浩浩这么一个儿子。”苏福雅双眼通红，声音哽咽。南星表情沉静：“
反问苏福雅：“思浩最近有什么异常？”苏福雅想了想，道：“他最近总是把自己关房间里，我问他在忙什么，他也不告诉我，所以你早就发现他不对劲了。”司长林质问苏福雅：“你是怎么当妈的？儿子有问题了，不知道关心一下？”好了，长林，你和福雅的事之后再说，当务之急是找到浩浩。老夫人一声令下，司长林不敢再多言。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，南星掐指算了一下，紧接着眉头微蹙：“怎么样？”司长林紧张地问：“他是自己走的，不是被绑架？”听到这个结果，思妍忍不住轻轻哼了一声。他一早就觉得思浩是自己跑出去的，偏偏苏福雅和老夫人不信，在那里一惊一乍。然而他吐槽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南星便话锋一转：“不过他去的那个地方阴气很重，还是得尽快赶过去才行。”“什么？”苏福雅闻言脸都白了。“那你能算出他在哪吗？”南星没说话，从布包里取出一张定位符，指尖凌空在上面写下思浩的生辰八字。下一秒，符纸漂浮在空中。饶是在座的几个人都已经见识过南星的真本事，看到这一幕，还是瞳孔微颤。符纸很快飞出别墅，他会带我们找到浩浩。“嗯，好，太好了。”苏福雅拔腿就追上去。“妈，等等我呀！”思妍跟在后面，不耐烦地抿了抿唇。今天这事，他觉得根本用不着南星出面。思浩从小就捣蛋，没少闯祸，哪次不是全虚全倚的回来了？也就老夫人那种重男轻女的老古板，和苏福雅这个当妈的会把思浩失踪当回事。京城的公路上，2辆车飞速行驶。江岑第一次用符纸做导航，满脑子都是副总的未婚妻实在太厉害了。这个符纸定位的原理是什么呀？下雨的话会不会把符纸打湿？这个有使用次数吗？是一次性的还是能反复利用？江岑本身是个话不多的人，但遇到新奇事就有点刹不住闸。江特助，你开车的时候最好不好分神，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。南星话音刚落，一只黑黢黢的动物便从车子前面窜过去，钻入道路旁边的小树林。江岑惊出一身冷汗，还好他对距离的把控比较好，没有在慌乱中刹车，不然他一脚刹车踩下去，可能就要被追尾了。江岑松了口气，再看向南星时，发现他已经在闭目调息了。大佬不愧是大佬，江岑在心里感叹。未卜先知，处变不惊，举手投足都散发着强者的魅力。副总能娶到这样的妻子，可真是捡到大便宜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2辆车停在一座荒凉的山脚下。京城即将入秋，山里温度又低。思妍下车后打了个寒战，抱着胳膊环顾四周。浩浩会在这种地方？符纸都飞到这里来了，肯定是在的呀。苏福雅这会儿对南星的能力深信不疑。思妍撇了下嘴，把不满憋在心里。南星下车后将符纸收回，抬头看向漆黑的山顶。要是没记错，山上好像有一座荒废的寺庙。思浩跑到那里做什么？南星，浩浩是在这上面吗？司长林迫不及待地问。“嗯，那我们快点上去吧。”苏福雅一听思浩在上面，恨不得立马飞上去。南星叫住他：“这座山不是谁都能上去的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南星清冷的目光扫过众人，一字一句：“这里阴气很重，手上沾了罪孽的人很容易被邪祟盯上。”所以他抽出2张平安符，一张塞给江岑，一张塞给司长林。紧接着转身朝山上走去。思妍正等着接符纸，见南星直接把他和苏福雅掠过去了，奇怪地问：“我们的符纸呢？你们拿了符纸也没用。”思妍哪里听不懂南星的意思，气愤道：“南星，你这是污蔑！我和我妈从没害过人，哪里来的罪孽？你看不惯我们，也不需要这么诋毁吧？”以往这种时候，苏福雅肯定要帮思妍说话了，可这一次，她却不动声色拽了拽思妍的袖子，道：“南星这么说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咱们母女八字都弱，不适合去阴气太重的地方。
还是在下面等着吧。这一波偷换概念有些生硬，连司长林都不由得皱起眉。但找浩浩的事迫在眉睫，他也没有追究苏福雅和思妍到底沾了什么罪孽，将符纸塞进口袋，便对着南星道：“咱们走吧。”深夜的荒山阴森寂寥，即使是待在山脚下，思妍也觉得毛骨悚然。望着三人离开的背影，他哼了一声，嘴里嘟囔：“就算咱们真上去，肯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苏福雅这次没安慰思妍，反而抿了抿唇，表情若有所思。随着南星的玄学功力逐渐显露，他当年做过的那些事愈发无处遁形。如果恶意遗弃的事被司长林知道，不行，他绝不能让那样的事发生。月光下，苏福雅看向死气沉沉的荒山，眼底不经意闪过一丝狠戾。三人顺着陡峭崎岖的山路往上爬，江岑深谙此行的目的，主动打着手电在前面开路。忽然，一缕金光嗖地钻入漂浮在空中的符纸，符纸光芒乍现，照亮脚下的路。手电关了吧？南星漫不经心道。江岑愣了一秒，旋即睁大双眼，使劲点点头。之前他只在直播里看到过会发光的符纸，这下让他看到真的了。江岑自己兴奋完，还不忘跟老板分享喜悦，偷偷用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傅青燕。第79章，献祭思妍的寿命。傅青燕收到信息的时候，刚从浴室出来，她腰上系着浴巾，一边擦头发，一边点开江岑发来的照片。看到照片中的背景，男人俊眉微凝，这丫头跟他说回思家，果然是骗他的。好得很。傅青燕忍不住冷笑，笑过之后又觉得自己的行为像个小丑。南星明确告诉过他，两人只是联姻，谁也别管谁。他非不听，热脸贴冷屁股，还让江岑跟过去。现在连他的助理都知道南星在做什么，他这个未婚夫反而不知道。这事要是让战雪知道，肯定又会把责任推到他身上，说他摆架子，逼他去上那个什么难得班。傅青燕越想，脸色越沉，干脆将手机扔到一边，不去看了。南星这边，在符纸的带领下，三人一路向上爬，越靠近山顶，阴气越重。江岑搓了搓手臂，心里忐忑不安。这还没到秋天呢，怎么就这么冷了？比住着鬼将军的庄园还冷。南星，你冷不冷？爸爸把外套给你。司长林见南星穿得单薄，做事去脱身上的外套。不用。南星摇了摇头，脚步不停。山已经爬到一半，司长林和江岑都已经气喘吁吁。再看南星，步伐稳健，姿态从容，连呼吸都很平稳。许久，三人终于爬到山顶。映入眼帘的是一间破败的寺庙，在清冷月光的映衬下格外凄凉。江特助，你陪司总在外面等着。南星说完，便只身往里走。南星，司长林跟上去。里面那么黑，你一个人不安全，还是一起吧。南星悠悠看他一眼，你们跟着只会更不安全。司长林被噎得无话可说。的确，他和江岑又不会术法，进去也只能添乱。南星一个人走进寺庙，用来照明的符纸忽闪几下便熄灭了。南星冷笑，弄坏我的符纸，你们赔得起吗？躲在暗处的东西听到南星的问题，发出诡异的笑声，嘻嘻嘻。南星神色一凛，双手结印打向笑声传来的方向。唰，黑暗中一缕阴风吹过，是那东西躲闪时留下的痕迹。你们不是冤魂厉鬼，抓人应该只是为了补充精气。南星自说自话，但你们抓走的那个小男孩根骨极差，就算吸了他的精气，也提升不了多少修为，搞不好还会留下业障，被阎王爷记上一笔。南星说完，空气中安静了许久。忽然，他感觉那股阴风又来了，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出手。随着那股阴风越来越近，寺庙里的温度也越来越低。忽然，眼前亮起一盏烛光，而烛光照亮的，赫然是一张风情万种、眉目如画的脸。女妖一袭红裙，
巧笑嫣然，拎着烛台在南星身边飘了一圈，口中喃喃道：“好生俊俏的姑娘。”南星看到女妖身上的灵气，心下了然。他从踏进这座寺庙就感觉到，那些煞气的源头不是邪祟，而是精怪。还是个有修为的。女妖凑近南星白皙纤长的脖颈，贪婪地嗅着她身上的橙花香。我闻出来了，你是道士，还是个又香又软的道士？面对女妖的撩拨，南星不为所动，冷声问：“你把人藏在哪儿了？”女妖扫兴地哼了一声：“已经被我生吞活剥了。那她的骨头呢？骨头吃了，衣服呢？”女妖感觉自己碰上了硬茬，她撩了下头发，道：“你这人真没意思。”南星不想跟女妖浪费口舌，直接从布包里抽出一张符纸。女妖立马睁大双眼：“小道士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刚才南星打过来那一下，他已经感觉到对方修为不低，若是硬碰硬，对他这只妖没什么好处。我大老远跑到这荒郊野岭，不是来跟你互诉衷肠的。”南星眸光清冷，符纸在指尖绕了一圈，问：“他到底在哪儿？”女妖盯着符纸上的金光，做了个吞咽的动作，悻悻道：“好吧，好吧，我带你过去还不行？别这么凶嘛。”南星收起符纸，跟上女妖。寺庙面积很大，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，将供台上的神像镀上一层银边。百年之间，这里的香火还很旺盛。后来各路精怪云集此处，吸食过路人的精气，时间一长，寺庙便荒废了。须臾，女妖停在一扇门前，她挥了下衣袖，破败的木门吱呀一声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间精致的厢房，梳妆台、桌子用的都是黄花梨，房间一隅立着一面古香古色的屏风，上面的图案赫然是一只九尾狐，原来是只狐狸精，难怪长得这么漂亮。南星微微挑眉，绕过屏风走到屋内，看到司浩躺在一张挂着红色帷幔的床榻上，他的身体被一圈又一圈无形的红色丝线缠绕。南星脱口而出：“你想和他发生关系？”“是啊。”狐狸精毫不避讳：“你知不知道他多大？”“我管他多大。”狐狸精伸出食指，指尖轻轻划过司浩苍白的脸颊。“我只知道他模样俊俏，虽然没什么精气，但胜在对我真心实意。他对你真心实意。”南星的脸上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。狐狸精坐在床边，双手环在胸前，细长的眉毛向上一挑：“我骗你干什么？他今天跪在庙里祈祷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九尾狐，还说只要能让他见到九尾狐，愿意献祭他姐姐1年的寿命。”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，狐狸精再次挥一挥衣袖，厢房里顿时浮现一团白雾。下一秒，白雾中出现司浩跪地祈祷的画面：“上帝保佑，菩萨保佑，各路神仙保佑，让我拥有一只九尾狐吧！亲亲九尾狐，宝贝九尾狐，我的九尾狐姐姐，只要你愿意来找我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”司浩着急地挠了挠头，憋了半天，终于憋出一句：“我愿意献祭我姐姐半年，不，1年的寿命。”第80章遇到瓶颈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南星差点喷出来，他忽然有点后悔没让思妍上来了。要是思妍知道司浩为了一只妖精献祭他的阳寿，还不得气晕过去。狐狸精一挥手，白雾尽数消散，他再次看向南星：“怎么样？我没骗你吧？是他自己先跟我表白的，不是我强行蛊惑。我这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了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用姻缘线缠住他？”南星盯着狐狸精蛊惑的双眼：“他那么喜欢你，肯定会自愿留下的。”面对南星喋喋不休的逼问，狐狸精有些不耐烦，他飘到南星面前：“我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，你问那么多，就不怕我一口把你吞了？你还没那个本事。”南星说着，去向他身后：“虽然你的屏风上画着九尾狐，但其实你不是九尾狐吧？如果你真是九尾狐，倒也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但是很明显，你还没修炼出第9条尾巴。”狐狸精听到这话，表情顿时变得很难看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没有9条尾巴？
我有几条尾巴，还要放出来给你数一数吗？你敢吗？南星歪着头，波澜不惊的眸子盯着他。狐狸精修炼千年，见过不少修道之人，但他还从没见过像南星这样年纪轻轻就拥有巨大灵力的。而且他的眼神，狐狸精总觉得再多对视1秒，被吃掉的人就是他了。想着，狐狸精叹了口气，脸上凶厉的表情散去，变得委屈巴巴。好了好了，我承认我不是九尾狐，但我距离九尾狐就只有1步之遥了。狐狸精在南星面前转了一圈，身后砰的一声冒出很多条毛茸茸的尾巴。南星数了一下，是8条。他勾了下唇，问：“你遇到瓶颈了？”狐狸精点点头：“我修炼已有1000年，靠采阳补阴来提升修为，但我毕竟是只好妖，不舍得把它们吸死，于是进度就很缓慢。他今天遇到司浩，原本看他根骨那么差，想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走算了，谁知道他忽然跪在神像前面，求爷爷告奶奶的要见九尾狐一面。”狐狸精一想，虽然他不是九尾狐，但和九尾狐也差不多，不如就满足这家伙的心愿，各取所需。结果他才刚把他弄到房间里，就有不速之客闯进寺庙。你想突破瓶颈吗？南星忽然问。当然。狐狸精使劲点头。我都修炼成8尾了，再多1条尾巴，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九尾狐，在妖界艳压群芳。到时候，蜘蛛精、玉兔精就都不是我的对手了。嘻嘻嘻！狐狸精刚说完，厢房外面就传来对话声。那孩子还是个未成年，阳气那么少，都没什么吃头。姐姐为了升级9尾，还真是不择手段。谁让她是狐狸精呀？狐狸精生来就是勾引男人的，何况那个小男孩还对她情有独钟。咦，你有没有闻到奇怪的味道？好像是修道之人的气味。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狐狸精一把抓住南星的手臂：“小道士，这里不能久留，你得赶紧。”话没说完，厢房的门便被一把推开，2个穿着性感的美女出现在眼前。他们先是愣了1秒，在确认南星就是那个误入寺庙的道士之后，抬手就要打过来。哎呀，姐妹们，别打呀！狐狸精出手制止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对于妖精来说，修道之人就是天敌，他们本能地认为南星是来斩妖除魔的。姐姐，他可是道士，你怎么把道士放进来了？黑衣美女双手结印，吐出上百根蛛丝射向南星。南星右手一抬，隔空画符将蛛丝抵挡在外。啊，好厉害的道法！白衣美女睁大双眼，连忙幻化出一杆长长的药杵，朝南星挥了过来。1人2妖很快便打出厢房。南星闭目掐诀，若干张符纸在身侧形成环绕，形成一道无形屏障。他口中喃喃，赤赤洋洋，日出东方，无赐灵符，普扫不祥。随着一声破字脱口而出，符纸从4面8方打向2只妖精，轰隆隆。与此同时，守在寺庙外面等待的司长林和江岑听到里面传来重物倒塌的声音，皆是一惊。什么声音？南星是不是遇到危险了？司长林的心本就七上八下，听到里面传来的动静，再也忍不住，抬腿就往里面走。司总，南星小姐说过不让咱们进去。江岑拦住司长林，如果里面真有妖怪，以凡人的能力也很难。她是我女儿。司长林厉声打断江岑，沉静的目光盯着她。江岑，你还没有孩子吧？江岑摇了摇头，等你成为一个父亲就会明白了。说完，男人迈开大步向着寺庙走去。见司长林执意如此，江岑也不好袖手旁观，连忙跟上。越是靠近寺庙，那股阴森森的感觉就越强。江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，不就是妖怪吗？南星一个小姑娘都不怕，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好怕的？司长林和江岑冲进来的时候，南星刚刚制服2只妖精，黑衣美女和白衣美女被符纸围成的阵法困住，周围是坍塌的房梁木屑，以及玉兔精的武器捣药杵。随着阵法光圈不断缩小，
两只妖精抱得越来越紧。呜呜呜！道士饶命！道士饶命呀！我只是一只无辜的蜘蛛精，勾引的男人还没有你身边那只狐狸精多呢。那我更无辜，我只是一只可怜的，只会每天捣药的小兔子罢了。狐狸精被两个朋友矫揉造作的语气弄得一阵反胃，却还是忍不住为他们央求：“小道士，你就放了他们吧。他们以为你是来抓我的，才对你大打出手。其实他们心眼不坏的。”司长林和江岑看到这一幕，双双愣在原地。原来这就是妖精吗？看上去好像和人类一模一样。如果不是他们的身上又是狐狸尾巴，又是蜘蛛腿，又是兔子耳朵，还真不一定能分清是人还是妖。小道士，求求你了，我答应你，放了你弟弟，你就……哎，他们是谁？第81章，精怪齐聚一堂。南星回头见司长林和江岑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，正呆呆地站在原地。他眸色一沉：“不是让你们在外面等着？”司长林回过神来，连忙道：“我们刚才听见这里有很大的动静，怕你遇到危险，就进来看看。”江岑连忙附和：“对，司总也是担心你的安全。”狐狸精看到两人眼睛都亮了，也不顾南星在看着，像被勾了魂似的飘到两人身边，好奇的上下打量。长得都很帅嘛，岁数大的这个成熟稳重，有男人味；岁数小的这个眉清目秀，嫩的能掐出水。司长林、江岑、狐狸精嗅了嗅两人身上的味道，发现是没有灵根的人，无奈叹了口气。这世道就是这么不公平，有灵根的人都是当道士，成了他们的天敌；没有灵根的人交合起来也是食之无味。弃之可惜。江岑看到狐狸精身后的8条尾巴，艰难地咽了咽口水，他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嗓子眼了。你要是再靠近他们，就别怪我对你的2个姐妹不客气了。南星说着，将光圈收得更紧。蜘蛛精和玉兔精立马大哭起来：“哇啊！姐姐，你不要再勾引男人了呀！那2个人看着也没什么好的，长得一点都不帅。我们知道一个超级帅的，是京城傅家的3少爷，到时候我们把他给你绑过来。”南星、傅青燕的名字竟然都传到妖精耳朵里了。狐狸精凄了一声，和2人拉开距离：“我就是闻闻，看把你们吓的。小道士刚才都答应我了，说他可以用其他方式帮我提升修为。现在别说是傅家3少爷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不稀罕。”蜘蛛精听到他这么说，不可思议道：“姐姐，你别被他给骗了，他可是道士，道士和妖精之间能井水不犯河水就不错了，怎么可能帮你？怎么不可能呢？”南星淡淡开口：“你们是妖不是魔，身上的罪孽并不深，如果帮你们达成心愿，能换来你们安分守己，何乐而不为？你不打算收了我们吗？”玉兔精眨眨眼，眼眶里还蒙着水雾：“收了我们，你的修为也会提升。你们修道之人不是最看重那些？我说了，你们身上罪孽不重，收了你们还不够我填牙缝的。而且他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这3只妖精帮忙。”蜘蛛精显然不相信南星的话，在玉兔精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，下一秒，他的双手在背后偷偷结印，大喝一声：“臭道士，别想骗我们！你才没那么好心呢！”南星正要反击，却不料蛛丝转了个弯，朝司长林和江岑飞去。“司总小心！”江岑抱住司长林，表情视死如归。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今天他要死在这里了。然而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出现，伴着唰的声响，南星闪到2人前面，甩出一张符纸，将蛛丝挡掉大半，但还是有一小部分打在他身上。南星、司长林一惊，眼睁睁看着南星的衣服被蛛丝划破好几道。然而南星就像是感觉不到疼痛，他迈步走到2只妖精面前，抬手将光圈收缩到极致，因为动用了全部的灵力，给予南星最后一击。蜘蛛精这会儿已经现出原形，黑色的8条腿在阵法里爬来爬去，不小心碰到光圈时发出吱的一声惨叫，
跳到玉兔精身上。啊，下去下去，快下去！玉兔精虽然是妖精，但也很受不了蜘蛛精的原形，哭丧着脸把它往下打。看着啼笑皆非的画面，狐狸精忍不住噗呲一声笑了出来。狐狸精，你还笑？你知不知道我最怕虫子了？怕虫子还整日跟它厮混。你明知道它的原型就是蜘蛛。玉兔精无言以对。南星看着地上那只黑乎乎的蜘蛛，道：看来你对我的能力还抱有怀疑。蜘蛛精发出细细簌簌的声音，他说他服了，真的服了。玉兔精帮忙翻译，他还说他现在这个样子也翻不出什么花了。你想收了他还是怎样？任凭你处置。南星点点头，道：我说过收你们没意义，但我也不可能放任你们在这座寺庙里吸食人类阳气，所以现在我给你们2个选择：一，跟我走，你们给我打工，我帮你们完成心愿，化妖成仙；二，被我收掉。狐狸精一听，连忙道：当然是第一种了，不过具体是打什么工？C 情活动我们就不参与了，不然别说是成仙，我这第8条尾巴估计都保不住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玉兔精也赶紧表态：我会捣药，能识遍古今中外的草药，放在你们人间也算是一名合格的中医了。那好，南星说着，从布包里拿出宝葫芦。狐狸精和玉兔精看到宝葫芦，眼睛瞪得又大又圆。放心，这不是镇妖法器，只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空间。毕竟你们跟着我堂而皇之下山，不合适。南星说完，2只妖双双松了口气。只要南星不收他们，让他们当牛做马也愿意。你们先进这葫芦里，等到了目的地，我再把你们放出来。没问题。狐狸精乖巧点头。不过什么？这山上还有很多精怪，你不把他们一起带过去吗？不然我们3姐妹走了，他们会很孤单的。南星沉默片刻，道：我只带对人类有危害的，有的，他们都有危害。狐狸精说着就飘出寺庙，对着外面的荒山发出像狼一样的嗷呜声。很快，精怪成群结队地涌入寺庙。南星粗略看了一下，有树妖、小花妖、石头精、蛇妹、鸟灵，大部分都是没完成化形的。那场景别提多壮观了。第82章，魂丢了。这些都是你的朋友？都是。狐狸精一脸骄傲。你刚才说的那个工作，他们做不做得来呀？南星想了想，道：可以让他们过去试试。精怪们闻言，兴奋得手舞足蹈。生活在这片荒山上虽然很自由，但修炼却是大问题。像狐狸精那样修为高一点的，还能靠诱骗男人吸食精气，但是他们这种花花草草，在末法时代想修炼成仙还是很难的。司长林和江岑已经完全被眼前的场景震撼到了。这是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精怪，还是这么多的精怪。南星用宝葫芦将精怪们一个个收进去，直到将最后一个也收完，转身对司长林和江岑道：司浩在里面，跟我来。司长林这才发现江岑还抱着他。对不起。江岑赶紧松开司长林，表情有些尴尬。2人跟在南星身后来到厢房，看到躺在床上的司浩，司长林激动地扑过去：浩，爸爸来了，快睁开眼看看爸爸呀，他现在醒不过来。南星道：他被吓得丢了魂，需要把他的魂找回来。虽然那只狐狸精并没有对司浩做什么，但他胆子太小，魂一下就飞出去了。要怎么找？司长林连忙问。南星没回答，而是对江岑道：江特助，麻烦你先护送司总和司浩下山，司浩的魂应该就丢在这附近，我找到就下去。就不能一起下去吗？司长林皱了皱眉，表情十分担心。那些妖精他虽然对付不了，但万一遇到野兽什么的，他的体格肯定还是在南星之上的。这山上阴气重，不宜停留太久。南星顿了顿，另外那些精怪已经被我收了，现在这里很安全。听到南星这么说，司长林总算是放下心来，他也不想再给南星添乱了。
毕竟刚才如果不是他执意冲进来，南星可能也不需要替他挡那些蛛丝。那你尽快下来，我车上有医疗箱，你的伤口需要处理。司长林看一眼女儿衣服上划破的痕迹，满眼心疼。知道了。很快，司长林和江岑就背着昏迷不醒的司浩下山了。南星将司浩身上取下的一缕阳气注入符纸，抛向空中，双手结印，低声念诀。符纸在原地转了几圈，便飞向密林深处。山脚下，看到司长林背着生死未卜的司浩出现在山路尽头，苏福雅眼圈一红。浩浩，司妍也有点慌了。原本他以为司浩就是淘气和朋友跑去山上探险，但是看他的现在的样子，明显不是探险那么简单。老公，浩浩他怎么样？苏福雅迫不及待地问。他就是被吓着了，没什么大碍。司长林薄唇紧抿，心里还惦记着山上的南星。山上那么黑，也不知道南星会不会有事。苏福雅帮司长林把司浩放到车后座上，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走，去哪？回家呀。苏福雅不解。浩浩找到了，咱们不得赶紧回去吗？不然老夫人该着急了。司长林脸色一沉。你没发现少了个人？苏福雅愣了一下，这才想起南星不在，他的表情顿时有些尴尬。你是说南星？他不是跟江岑一起回去吗？他跟谁回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还没下来。司长林这会儿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。一直以来，他都以为苏福雅只是没什么脑子，但之前南星说手上沾了罪孽的人不能上山，又故意没给苏福雅和司妍符纸，让司长林不免对眼前这个女人产生一丝怀疑。也许他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无脑。老公，你这么盯着我干什么？苏福雅立马换上委屈的表情。我因为浩浩的事都快急死了，一时没想那么多。是啊，爸。您也不能什么事都怪我妈吧？司妍忍不住帮苏福雅说话。浩浩丢了，我妈比谁都着急。这种时候，她哪有心情关心其他人呢？司长林本来一肚子火，被母女俩来了一套道德绑架之后，忽然就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最后还是江岑开口道：“你们现在回去也没用，司少爷的魂丢在山上了，南星小姐正在找。”什么？苏福雅瞠目结舌。浩浩的魂丢了，那他现在岂不是？浩浩不是普通的昏迷，是魂没归位，只有找到他丢的魂才能苏醒，不然你以为南星为什么不下来？司长林心里仍有些不爽。苏福雅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，抿了抿唇道：“我又不懂那些，我以为他就是走得慢了点。”司长林懒得再说什么，背对苏福雅望向山路。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南星却始终没有现身。都这么久了还不下来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司长林愈发不安。山上没有信号，打南星的手机也打不通，现在他们就只能干等。要不我再上去看看吧？江岑提议。再等等，10分钟之后，他要是还没下来，咱们就上去。听到司长林要原路折返，苏福雅连忙道：“你和江岑又不会术法。南星不在身边，你们2个能行吗？”司长林冷冷看他一眼：“你现在知道没他不行了。”苏福雅闭嘴不吱声了。他就知道，现在他说什么都是错。许嫣的女儿就是宝，他这个现任妻子连一句都说不得。司妍见不得父亲眼睛里都是南星，阴阳怪气地哼了一声。他一个道士，斩妖除魔不是小菜一碟，说不定他一直不下来，就是故意让你们担心呢。司妍，司长林蹙眉，南星是你姐姐，不许这么说她。我只是就事论事。司妍耸耸肩，他这段时间靠着帮有钱人斩妖除魔赚了那么多钱，足以说明能力很强，对付几个妖怪又有什么问题？司妍不说还好，一说，司长林又想起南星被蜘蛛精伤到的事，忍不住道：“南星再厉害也只是个孩子，而且你们最好搞清楚，他是为了谁才大老远跑过来的。”话音刚落，山路上便出现一道身影。司总，是南星小姐。第83章，妖精入住庄园。南星，司长林快步迎上去。月光下，
南星表情沉静，但细看就会发现他的眉头微微皱着，像是有什么心事。南星，你怎么样？没遇到难缠的东西吧？南星回过神来，意识到司长林第一件事是关心他，而不是询问司浩的魂找回来没有，心里莫名泛起一丝涟漪。从小到大，他只体会过师徒情、友情，却从没体会过亲情。亲情这种东西，似乎离他很远很远。不疼。南星摇头，从布包里拿出一个圆环状的东西，这是锁魂环，司浩的魂就在里面。你找到了？司长林喜出望外。他的魂丢得不远。南星来到车子旁边，左手捏着锁魂环，右手从里面牵出司浩的魂，闭目念诀后送回他的身体。几秒后，司浩像梦魇一样，疼得坐了起来。他茫然地环顾四周，显然还没反应过来自己身在何处。浩浩，见司浩醒了，苏福雅赶紧将南星扒拉到一边，用力抱住他。浩浩，你终于醒了，妈妈都要吓死了。司浩眨眨眼，眼底的茫然挥之不去。浩浩，你看看我，看看妈妈。苏福雅捧着司浩的脸，告诉妈妈，你去山上干什么？听到山这个字，司浩像是被激活了某根神经，他眼珠一转，惊恐地将苏福雅推开。鬼，有鬼！苏福雅被司浩的反应吓了一跳。鬼在哪？有鬼，有鬼！司浩嘴里嘟囔着，眼神四处乱瞟。南星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司长林问。他的魂刚刚回到体内，还不安稳，过了今晚就会没事了。你确定吗？司言走过来。要是他过了今晚还没醒怎么办？南星冷冷看他一眼，那就跟我没关系了。司言被噎了一下，气急败坏道：爸，您听他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他好歹也是浩浩的姐姐，竟然见死不救。好了，妍妍，南星大老远过来也不容易，你就别说他了。苏福雅在旁边打圆场，南星没心情看母女俩唱双簧，面无表情道：我虽然是司总的女儿，但也仅仅只是他的女儿。司浩是你的亲弟弟，不是我的。我救他是情分，不救他是本分。希望你能明白这点。南星说完对，便转身上了江岑的车。司言的脸黑成了炭，他没想到南星会当众让他下不来台。这丫头好像越来越难对付了。江岑开车带南星返回市区，快下高速的时候，南星道：去一趟庄园。江岑一愣，现在？现在。江岑沉默了2秒，想起南星收走的那些精怪，问：您是打算把那些妖精放进庄园？南星点点头。之前温将军威胁他说，必须弄几个女鬼过去，他才能安分。这不正好现成的机会？而且这些有修为的妖精，长得比女鬼漂亮多了。许久，车子停在庄园门口，温乐荣闻着味儿就飘过来了。小仙姑，你来了。南星微微颔首，开门见山道：温将军，您要的美女我带来了。真的？温乐荣睁大双眼，在哪儿呢？南星晃了晃宝葫芦，快放出来让我看看。下一秒，狐狸精和玉兔精被放了出来，2只妖精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再回过神，就看到一个身穿铠甲的威武将军站在眼前。也许是温乐荣的气场太强，2只妖精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温乐荣，初次见面就行这么大的礼，不好吧？他们是狐狸精和玉兔精。南星介绍，我看他们身上罪孽不多，又是有修为的妖，便把他们给您送过来了。温乐荣表面威严，却也是懂得怜香惜玉的。见2只妖精被他吓得瑟瑟发抖，连忙道：嗨，你们跪着干什么？快起来！狐狸精和玉兔精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借着月光，温乐荣终于看清他们的脸。狐狸精千娇百媚，玉兔精冰清玉洁，美，太美了。温将军还满意吗？南星问。满意，太满意了。小仙姑，你从哪抓来的这么漂亮的妖精？白竹山。白竹山就是北郊那片废弃的山头。南星点头，没想到那里还住着这么漂亮的妖精。温乐荣十分意外，他以为妖精都是住在人杰地灵的地方，
没想到那座破山头也能成为他们的根据地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温乐荣问。我叫红罗，她叫月桂，我们还有个蜘蛛精姐妹叫媚儿。红罗介绍完，唰地飘到南星身边，凑到他耳边。小道士，你不是答应我们不从事 SE 情活动？虽然他声音不大，但还是被温乐荣听到了。温乐荣双手抱胸，眉头紧锁，铠甲在月光下泛着凛凛寒光。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？红罗愣了一下，您难道不是要我们服侍您？温乐荣没听出狐狸精的弦外之音，而是一本正经地问：以后庄园里会定期举行歌舞表演，你们会唱歌跳舞吗？红罗和月桂点点头。唱歌跳舞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再简单不过了。那诗词歌赋呢？这个不太行。罢了，诗词歌赋不会可以学。温乐荣很快就接受了妖精大多没文化的现实。现在庄园里阳盛阴衰，能有妖精过来打工就不错了。他不能要求太多。南星带红罗和月桂走进庄园，两只妖修行多年，还从没见过这么大、这么漂亮的庄园，双眼放光的四处张望。小道士，我们以后是住在这里吗？太好了！因为太兴奋，红罗8条的尾巴又冒出来，像扇子一样疯狂摇摆。你是狐狸，不是哈士奇，能不能注意一下形象？月桂曹多无口，只能用手按住红罗的尾巴，帮他冷静。不过他嘴上这么说，其实心里也没比红罗平静到哪去。因为这座庄园除了漂亮，灵气还很足，适合打坐修行，比他们待的那个破山头强10000倍。我可以睡这里。红罗发现一个树洞，过去比了下大小，我的本体差不多可以钻进去。那我睡你旁边吧。月桂指着旁边的草地，月光照在修剪整齐的草地上，让翠绿色的地面看上去松松软软，宛如天然席梦思。好啊，那让媚儿随便找个地方结网就行了。两姐妹说着就要画圆形。南星叫住她们：你们不睡这里，不睡这里，那睡哪儿？南星指着前面，看到前面那个建筑物了吗？里面有很多房间，你们随便挑一间就行。红罗和月桂这才知道，前面那个像城堡一样漂亮的房子是住人的地方。这座庄园里住着温将军和他的将士们，目前其他房子都被占了，就那个还空着。你们的朋友都可以住在里面。红罗和月桂幸福得快要晕过去了。而就在他们忙着畅想新生活的时候，将士们听说有女妖精来庄园打工，纷纷跑过来观摩。都别挡着，让我也看看。哥，我眼神不好，要不让我呢？我看见了，长得真漂亮，听说是狐狸精。红罗和月桂很快也感觉到有人在看他们，这一回头不要紧，竟然看到乌泱泱一群男鬼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月桂吓得缩到红罗后面。小道士不是说了吗？这里住着很多将士，你看他们身上穿的也跟温将军一样，是那个年代的战袍。那他们会不会欺负咱们呀？月桂浑身发毛。不会的。南星给两妖吃下一颗定心丸。我在这座庄园里布置了阵法，一旦有鬼在这里作恶，不仅会折损修为，还会影响转世投胎。红罗闻言也跟着放下心来。男人他还能吸一吸阳气，至于男鬼，只会成为他修行之路上的绊脚石。红罗和月桂洗过澡，坐在床上，仍然有种做梦的感觉。就在几个小时之前，他们还在白竹山的寺庙里百无聊赖，感叹妖生无望。这一眨眼就来到了这么豪华的地方，还被分配了正经工作。刚才南星跟他们说，他们的本职工作是文艺表演，副业是打理一下庄园里的花花草草。因为温乐荣是大功德之身，给他打工，对他们修行也有好处。这对妖精来说，和中彩票也没什么区别了。速速！忽然，空气中传来奇怪的声音：“红罗姐，你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啊？”月桂缩到床角，警惕地环顾四周。毕竟到了新的地方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他还是保持着兔子的警觉。哪有什么声音？
我看你就是神经衰弱了。红罗打了个哈欠，困了，睡觉吧。我能跟你睡一起吗？我怕。红罗嘴角一抽，你不是妖精吗？你怕什么？话音刚落，一只蜘蛛便爬上两人床，月桂一声尖叫，直接化为原形，藏到了红罗怀里。红罗抱着兔子，嘴角一抽，媚儿，谁让你上床的？下去。媚儿，蜘蛛就没有猪权了吗？最后，红罗好说歹说，才把媚儿请出房间，让她变回人形，再过来开姐妹茶话会。媚儿无可奈何，只好摆动着8条腿回了房间。翌日清晨，南星来到庄园镇演处打坐修行。昨天因为太晚，他没回父家，直接在庄园住下了。江岑担心他的安全，主动留下，然后住在了他的隔壁。晨曦的微光笼罩在庄园之上，精怪们纷纷苏醒，循着灵气找到阵眼，看到大树下一位少女正盘腿修行，不约而同地放慢脚步。南星耳朵动了动，他听到了精怪们的声音，却没赶走，而是由着他们在阵眼附近行动。毕竟这地方的灵力最足，对想要修行的妖精来说再合适不过。红罗、月桂和媚儿也起床了。3只妖精走在石板路上，贪婪地呼吸着庄园里的新鲜空气。昨天可真是累死我了，调息了好久才变回人形。媚儿揉了揉酸痛的脖子，悠悠瞥月桂一眼：“你也是，我又不会吃了你，怎么每次都一惊一乍的？”废话，人家最害怕腿多的动物。月桂一脸委屈：“红罗还有8条尾巴呢，你怎么不害怕？尾巴和腿能一样吗？”3人边走边聊，很快就来到阵眼。他们远远看到南星盘腿坐在树下，身边围绕着树妖、花妖、石头精、柳叶精。精怪们正学着南星的样子调息打坐，虽然不是同一物种，气氛却意外的十分融洽。姐妹们，你看他们低等妖精都这么努力，咱们也不能示弱。媚儿对2个姐妹说：“我也得赶快修行了。等我变成真正的九尾狐，就可以制霸妖界。哎，真是搞不懂你们2个。”3只妖精正准备找个地方跟大家一起修行，忽然感到一股极大的压迫感袭来。他们不约而同地朝着压迫感的源头看去，只见不远处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逆着光向这边走来。男人一身白色运动装，阳光打在身上，勾勒出一层金边。随着距离的拉近，他们看清了男人的五官：剑眉星目，棱角分明，举手投足间气场全开，就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。最神奇的是，他们注意到男人腰间的命门处有一缕金色的气运线和南星连在一起。红罗看呆了，直到旁边的月桂拽了拽他的胳膊，才回过神来：“红罗姐，那个男人怎么和小道士身上连着东西？那是气运线。”媚儿道：“他们2个人的气运连在一起了。”啊！月桂惊呼出声：“那他们是不是夫妻呀？”气运相连的人不一定是夫妻，也有可能是仇人。媚儿说着，撩了下头发，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过去认识一下那个大帅哥了。谁知红罗却一把拽住他：“别轻举妄动，你没感觉到他身上的金光特别刺眼吗？”他们这才发现，男人身上的金光并不是阳光，还有他本身自带的这种光，只有在帝王将相身上才会有，对他们这些妖精有很强的杀伤力。傅青燕正想着怎么把自己来庄园的事合理化，看到眼前的场景，震惊地停下脚步。第84章，给他上药。茂盛的大树下，南星正闭眼打坐，他的身边围绕着很多奇怪的东西，有花，有草，有石头，还有老鼠和蛇。最离谱的是，那些东西听到他的脚步声，竟然呼啦啦地四散而逃。傅青燕眼睁睁看老鼠和蛇钻进树洞，石头和花花草草跳到草丛里面，只剩那棵树没挪地方。但他要是没看错，老鼠和蛇钻进去的时候，树好像颤了几下。傅青燕使劲眨了眨眼，再睁开，仿若无事发生。南星听到身边的异响，缓缓睁开双眼。傅三少，傅青燕走到南星面前，自顾自道：“
我来这边的猎场，听说你昨晚住这了，顺路过来看看。听到猎场2个字，远处的红罗和月桂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战。南星从地上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。傅三少还有打猎的习惯，偶尔你最好放弃这个兴趣爱好。从前南星要是这么说，傅青燕可能会当他是在指手画脚，但现在他的第一反应是询问原因。为什么？万物有灵，你打的那些猎物里，万一有成精的，会对你的气运造成影响。就算是气运之子，也不可无视天道。何况这位气运之子还影响着他的未来。想到刚才看到的灵异画面，傅青燕欲言又止。万物有灵，大概是真的。你还要四处转转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南星说着就要转身，傅青燕眉头一皱，下意识抓住他的手臂。南星当即嘶了一声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没事，没事，你嘶什么？”傅青燕不由分说卷起南星的袖子，纤细的手臂上几道伤痕触目惊心。男人指尖一颤：“昨晚干什么去了？”“没什么，不说我就去问江岑了。”南星没想到傅青燕会刨根问底，耐着性子道：“昨晚司总给我打电话，说司浩失踪了，我去白竹山找司浩了。”傅青燕回想起江岑昨晚发来的照片，背景确实是一座荒山。你去救司浩，也是为了钱。南星不置可否，钱是怎么都赚不够的。不过除了赚钱，我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为。这和你们商人赚钱是一个道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目标，我的目标就是成为玄门之光，将玄学发扬光大。傅青燕无语凝噎，沉默了几秒，道：“就算是追求理想，也不能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。生病的那几个月，让他明白，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。活着是一切的基石。”我知道，南星表示理解。我不会让战阿姨知道我受伤的事。她要是问起你为什么没陪我一起去，我就说是我不想带你这个拖油瓶。傅青燕动了动唇瓣，到底还是把想说的话咽回去。房间里，江岑拎过来一个医疗箱，看向傅青燕的表情充满忐忑。昨晚他给傅青燕发完照片，见对面没回复，就没再上赶着烦他。没想到傅青燕今天竟然主动找上门了。所以，他到底是在乎还是不在乎啊？江岑觉得他越来越搞不懂傅青燕了。药都在里面，你自己处理吧。傅青燕说完，转身离开房间。江岑赶紧追出去。空旷的走廊里，傅青燕看向江岑：“昨晚出了那么大事，怎么不告诉我？我给您发照片了，您没回，没回就不会继续发。”傅青燕意识到自己的语气不太好，调整了一下情绪，道：“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外面的人只会觉得我忘恩负义。”“是，我明白。”江岑顿了顿，忍不住问：“不过傅总，您对南星小姐真的没有一点喜欢吗？”傅青燕眉头一皱：“我们只是联姻关系。”“联姻也是可以有感情的，但我们没有感情。”江岑叹了口气，不敢再多说什么。傅青燕心系白月光的事，他是知道的。这些年，他也一直在帮傅青燕寻找小丸子的下落。只是这么多年过去，在江岑看来，找到那个人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了，倒不如珍惜眼前人来的实在。正想着，门忽然打开，南星探头出来：“傅三少，麻烦进来一下。”“傅青燕，拜托了。”男人嘴上说着不喜欢、没感情，但被使唤的时候，还是意外的言听计从。看到傅青燕头也不回地进了房间，江岑嘴角一抽，觉得他对口是心非这4个字又有了更深的认知。见傅青燕进来了，南星将棉签和碘酒塞到他手里，道：“我想起我身上也有些伤，自己擦可能不太方便。”说着就要解衣服扣子。傅青燕瞳孔一缩：“不是，你怎么了？”南星表情茫然：“算了，没什么。”傅青燕硬着头皮移开目光，心想：她身为女人都不在意，她还有什么在意的？南星很快就脱掉外面的衣服，只剩一个吊带。其实作为修行之人，他身上那点伤，通过调息就能慢慢恢复。
根本不需要上药。但他还是决定趁机当一把小偷，吸点傅青燕的气运。毕竟他能和傅青燕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并不多，既然他都送上门了，那他也没有不吸的道理。好了，傅青燕转过身来，一眼就看到南星手臂和肩膀上大大小小的伤痕，眉头再次拧紧。你这到底是怎么弄的？掉狼坑里了？不是狼，是蜘蛛精。南星语气平静，蜘蛛精的丝非常硬，有点像琴弦。傅青燕对那些并不感兴趣，一边帮他消毒一边问：“你伤成这样，司总怎么说？”我没告诉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18年没见过他了。南星抿唇，时间能消磨一切，包括情感。司总在我眼里只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，所以我也不奢求得到他的关心。傅青燕闻言，拿着棉签的手僵了一瞬，心中不知为何泛起一丝酸楚。第85章，你和他是天定的缘分。正准备安慰，南星又道：“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，家庭和睦，傅叔叔和战阿姨都很爱你。比起傅从云和傅正阳，傅青燕无疑是幸运的那个，因为在傅家，他是唯一一个父母双全的孩子。也许你看到的只是表面。”傅青燕眸色微沉，他们的爱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把双刃剑。大哥、二哥是父亲前妻留下的儿子，虽然他们表面和他保持着和睦的关系，但傅青燕很清楚，两人从没把他真正当亲兄弟看待过。在这个家，他和母亲是后来者，后来者的身上自带原罪，他没办法像思妍那样后来者居上，心安理得享受父母的疼爱。也正是因为抱有这样的想法，他在得到奖赏时很少开心，反而会因为担心两个哥哥不满而变得小心翼翼。傅三少见身后没了动静，南星回头看他，傅青燕回过神来，头发撩一下：“你背上也有伤。”南星嗯了一声，将马尾放到一边，看到南星的脖子，傅青燕微怔，只见女孩纤长白皙的脖颈后面赫然有一块淡粉色的蝴蝶胎记。他记得小丸子的脖子上也有一块印记，具体是什么，他记不清了。虽然知道希望渺茫，但傅青燕还是忍不住问：“你小时候是去过玉湖岛吗？”玉湖岛？没有。这么确定？我从小在仙云观长大，玉湖岛离仙云峰很远，去过的话，我会有印象。明知道答案会是这样，傅青燕的心里还是有些遗憾。南星敏锐捕捉到傅青燕的情绪，下意识问：“你的小丸子住在玉湖岛？”“不，他不住那里。”意料之外的，傅青燕没有回避这个话题。因为我后来派人去玉湖岛找过他，村民们都说不认识那个女孩子。也许她只是路过，就像一道风景，从玉湖岛路过，也从她的生命中路过。其实南星欲言又止，你想说什么？直说就好。南星转身看向傅青燕：“你命里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姻缘线，它在你年幼时出现过，后来消失不见，若干年后再次出现，你和他是天定的缘分，会相伴一生。所以我想说，傅青燕，你会见到他的，只是早或晚的问题。”由于傅青燕的命格太强，他不能像看破其他人一样看破傅青燕，但一些大概的东西他还是有8、9成把握。就比如傅青燕会和那个女孩子久别重逢，他们最终也会走到一起。傅青燕有些意外：“那你能不能算出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？”南星摇了摇头：“你的命格不同于凡人，一般道士看不破你的命数，这也算是上天对你的一种庇护。因为看不破，所以无机可乘，难以抓住他的弱点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傅青燕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失落的情绪，她只是意外，小丸子竟然会跟他有男女之间的缘分。毕竟他对那个女孩子从来没有那方面的想法，只是想当面跟她说声谢谢，解开心结而已。谢谢你跟我说这些。傅青燕放下棉签，余光扫到南星清澈的眸子盯着自己，表情有些无措。外人都以为她傅青燕阅女无数，
事实上，他除了面前这个女人，就再没接触过别的异性了。眼看傅青燕的耳根子要红起来，南星清了清嗓子道：“我说这些是想告诉你，等你的正缘出现，我会自觉退出，不给你添麻烦。”傅青燕沉默了1秒，随后反应过来，南星是误会他了。他大概是觉得自己忽然提起玉湖岛的事是在点他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如果真如南星所说，他和小丸子会在一起，那他的退出也算是明智之举。对了，你那个打猎能不能不去了？南星自顾自穿好衣服，神情恢复到往日的肃冷。去了会怎样？我说了，猎杀到成精的动物会影响你的气运。南星顿了顿，要不你干脆把猎场关了吧，对大家都好。傅青燕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此刻的心情。当初就是因为南星一句商业街不能开发，他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。现在他一句万物有灵，猎场又要倒闭，似乎在他眼里，这些不过都是动动嘴皮子都能解决的事，而这中间要经历些什么，他根本不清楚。很为难吗？南星挑眉，为难最好也关了。猎杀有灵性的动物不是小事，没必要跟自己的气运过不去。不是我要打猎。傅青燕忍不住解释，今天我去猎场是为了见韦氏集团董事长韦永志。韦永志喜欢打猎，经常去猎场消遣。其实除了他之外，京城还有很多有钱人喜欢去那里谈生意，并且他们都是年费会员。忽然把猎场关了，没法跟那些人交代。南星闻言若有所思，片刻，他看向傅青燕：“这个简单，你带我一起过去，我有办法让他们同意关闭猎场。”南星走出房间，余光扫到一抹红色裙摆顺着墙角溜走，沉声道：“红罗，回来！”红罗驻足，连带着前面的月桂和媚儿也定格在原地。三人尴尬回头，解释道：“我们就是路过，我在里面就闻到妖气了。”傅青燕跟在南星身后走出来，看到3只妖精一愣，他们是在这里打工的妖精朋友。想起南星昨天去了趟白竹山，傅青燕也就不奇怪了。如今这庄园里又是鬼又是妖精的，估计再过不久就要变成小型地府了。3姐妹近距离看到傅青燕，脸刷的就红了。这男人也太帅了吧！要不是他身上的金光太刺眼，高低也得吸个尽兴。小道士，这个帅哥是你什么人啊？红罗好奇地问。南星刚想回答朋友，傅青燕便搂上他的肩膀：“我是他未婚夫。”第86章秋季猎场。身体触碰的地方，灵力源源不断注入。南星知道傅青燕是在拿他当挡箭牌，犹豫了1秒，还是没有挣脱。未婚夫。听到这个答案，红罗眼睛里的光瞬间熄灭。倒是媚儿不太在意，反问傅青燕：“未婚夫就是还没结婚吧？早晚的事。”月桂察觉到男人的不悦，拽了拽媚儿的手臂：“你忘了昨天被收拾得多惨了？”回想起被南星打回原形的惨状，媚儿表情一僵，顿时噤声：“红罗、月桂，你们2个跟我出去一趟，我们……有件事请你们2个帮忙。”见南星故意忽略了自己，媚儿睁大双眼：“我呢？怎么不叫我？你不太适合。为什么？我不比他们2个长得差呀？跟长相没关系。”媚儿还想说什么，却被红罗一个眼神瞪回去。南星不让你去，肯定有他的道理，你就老老实实在庄园里修行吧。媚儿心里委屈，但更多的是羡慕另外2个姐妹可以出门，下次有合适的工作，我会叫你。南星道：“真的吗？”媚儿眨眨眼，凑到南星身边：“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”“没有。”“对不起，我不该对你的未婚夫产生兴趣，但他实在是太帅了，知道就好。”南星语气清冷，却并没有宣示所有权的意思。他是气运之子，你作为妖精靠他太近，对你没什么好处，就只有这个原因。媚儿有些意外，我还以为你会跟我说他是你的未婚夫，让我这只不要脸的妖精离他远点之类的。南星，人类的占有欲都是很强的，除非你修了无情道，
不然不可能不吃醋。那只能说明你对人类的了解还是太少。南星说着，拍了拍媚儿的肩膀：“好好修行，你会明白的。”江岑开车载着两人前往猎场，红罗和月桂都已经变回原形，一狐一兔板板正正地坐在副座上。江岑不时用余光瞥一眼旁边，心情有些复杂。要是不说，别人很难看出这两只动物有什么问题，但他可是亲眼见证过它们变成美女的样子，就很荒唐。不一会儿，车子停在秋季猎场前面。南星下车后，让红罗和月桂顺着西侧丛林先进去。狐狸和兔子眨眼便消失不见。猎场内，韦永志已经换上一身猎装，正在做热身运动。韦总好像志在必得，秘书笑着道：“那当然，这次我可是沉淀了1年之久，说什么都要赢了傅青燕。”他是资深秋猎爱好者，但在去年的秋猎活动上，他竟然输给了傅青燕，这让韦永志非常挫败。于是去年一整年，他没事就往猎场跑，猎到的动物少说也有3位数。韦总、傅总来了，好像还带了女伴。韦永志回头，看到一身猎装的傅青燕往这边走来，她的身边还跟着一个容貌清丽的女孩，穿着和她一样的情侣猎装，黑衣紧身衣将身材勾勒得凹凸有致，令人眼前一亮。韦永志的大脑出现短暂宕机，传闻傅青燕和私家大小姐只是商业联姻，没有感情，理论上不会带她出席这样的场合。难道那个女孩？韦总久等了。傅青燕走到他面前：“我今天带了未婚妻一起过来。”韦永志愣了一下，意识到是自己想多了，连忙挽尊：“我老远就看出来了，司小姐，咱们在游轮上见过的，还记得吗？”南星点点头：“那天您穿了一套深灰色西装，胸前别着一个深蓝色鸢羽胸针，身边跟着的也是今天这位秘书。”韦永志有些惊讶，他只是像大多爹味男一样想随便考考他，没想到南星竟然回答得天衣无缝。韦永志讪笑：“司小姐真是好记性，这样等打猎结束后，我请你们吃饭。”南星笑了笑，没有拒绝。工作人员很快牵了3匹马过来，见南星的目光在3匹马上来回打量，傅青燕心领神会道：“不会可以跟我骑1匹？”南星没吱声，从容不迫地走向其中1匹马，动作麻利地跨了上去，拽紧缰绳。傅青燕脸有点疼，是怎么回事？南星并没有特别学过马术，而是通过观相看出这匹马性格温驯，最好驾驭。他摸了摸马背，道：“小可爱，一会儿带着我溜达溜达就行了，不用跑太快，听到没？”马儿欢快地甩了甩尾巴。韦永志拿着猎枪翻身上马：“傅三少，自从你生病以来，我就没有对手了。如今你大病初愈，可不能放水呀！”“放心，不会放水的。”傅青燕这句话让韦永志好似打了鸡血，双腿一夹马腹，直接冲了出去。待韦永志的身影消失在密林深处，傅青燕骑着马来到南星身边，冷不丁问：“你记忆力很好。”“什么？”韦永志长着一张大众脸：“你竟然记得那么清楚？”南星这才反应过来，傅青燕是在说他刚才形容韦勇的事。他猎杀了太多生灵，那些动物的怨气在他身上徘徊，想不注意都难。其实，在订婚宴上，他就注意到韦永志身上很重的杀气，只不过是猎杀动物留下的。一般有这种杀气的人，不是屠夫，就是虐待动物的变态。他当时忙着找伤害傅青燕的凶手，也就没深究这事。原来如此，傅青燕眉梢微挑，莫名有种放心的感觉。只是还没等他弄明白这感觉是哪来的，远处便传来一阵嬉闹声：“齐少爷，你今天要是输了，就给我们讲讲你和谢薇的故事呗。我跟他有什么故事，都是误会罢了，真的没有吗？宝儿，你哥没说谎吧？”南星循声看过去，只见几个男男女女牵着马往这边走来，其中有2个熟面孔，正是齐家兄妹齐玉堂和齐宝儿。
两人也很快注意到他们。第87章，你是不是喜欢傅三少？这要巧，你们也来打猎呀？齐玉堂看到南星的打扮，眼前一亮。南星，你今天好酷！傅青燕，我给他挑的衣服，齐少爷不夸一夸我的审美吗？齐玉堂这才发现两人穿的是同款，酸溜溜道：“主要还得是人长得好看，不好看穿什么都白搭。”南星对两个小学鸡拌嘴不感兴趣，转而看向齐宝：“齐小姐最近怎么样？托你的福，好很多了。”齐宝微微一笑：“那就好，我今天就是带她来活动筋骨的。”齐玉堂道：“她在家躺了好久，都快躺废了。我看快入秋了，就带她来猎场转转。”南星点点头，又看向跟在两兄妹身后的那些人，也都是豪门里的千金少爷。南星，我想跟你比一场。齐宝忽然提议。傅青燕刚想说他们不是来打猎的，就听南星道：“可以，那我们1小时后在这里集合，谁打的猎物多，就算谁赢，好不好？”齐宝说这话的时候，不自觉向傅青燕身上瞥了一眼。男人今天的黑色猎装衬得身材修短合度，净收腰腹下的大长腿十分惹眼。这样的姿色，哪怕是放在娱乐圈，也是惊为天人的存在。傅青燕没有察觉到齐宝的目光，低声问南星：“不是说万物有灵吗？”“我就是去看看红罗和月桂准备的怎么样了。”见两人当着众人的面咬耳朵，随行的千金少爷们调侃道：“傅三少和司小姐的感情真好呀，男才女貌，真是羡慕哭了。”齐玉堂听到这话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他对南星的喜欢都是挂在脸上的，其他人看了也不觉得奇怪，倒是齐宝眼底的阴郁有些一反常态。“宝，你不开心吗？”齐宝的闺蜜上镜捕捉到她的情绪，凑到她身边问：“没有，我怎么会不开心？你就别骗我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傅三少？”齐宝吓了一跳，连忙给上镜使眼色：“别乱说，傅三少都订婚了。订婚怎么了？只要没结婚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我听说他那个未婚妻是在道观长大的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一个山上来的土包子，傅三少怎么可能喜欢？依我看，他们就是在人前做样子而已。宝，你要是真有那个心思，就别委屈自己。”上镜捏了捏他的手：“你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真千金，无论从哪方面都比他更适合嫁给傅三少。何况有了傅家助力，齐家地位也会更稳。你可千万要考虑清楚。”听到上镜这么说，齐宝佯装纠结地皱了皱眉，心里却想：上镜不愧是她的闺蜜，总是能第一时间明白她的想法。就在这时，南星朝她挥手：“齐小姐，可以开始了吗？”齐宝翻身上马：“开始吧。”密林枝繁叶茂，南星策马跟在齐宝后面，待两人来到一处平地，齐宝蓦地拽了下缰绳，让马停下。南星似乎早就猜到齐宝的意图，只是跟着停下，等待他开口。须臾，齐宝委屈地问：“南星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？”齐小姐何出此言？齐宝抿了抿唇：“之前我爸妈登门认你做干女儿，你拒绝了，还说咱俩的八字不合。我很感谢你之前对我的帮助，也是真心想跟你做朋友的。但你说了那种话之后，我就没有勇气再去找你了。”南星沉默片刻，道：“我对你没意见，但八字不合是事实。八字不合的人，轻则貌合神离，重则勾心斗角。你的八字本来就弱，很容易成为受伤的那个。”齐宝不死心：“那我们可以不做姐妹，只做朋友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和我做朋友？”齐宝被南星直白的提问弄得有些尴尬，咬了咬唇：“我只是觉得你帮了我，是个善良的女孩，所以我是帮了你，但也拿了等价的报酬。齐小姐不必放在心上。”齐宝没有想到南星如此冷漠，握着缰绳的手下意识收紧。当初他得知南星拒绝做齐家的干女儿，反而和霍九九成了姐妹，心里膈应的要死。齐家虽然没有霍家地位高，
但在京城也是有头有脸的家族。南星一句八字不合，把他父母打发走，让齐家在一夜之间成为众人眼中的笑柄。现在他再次拒绝了他。我这人一向独来独往，不习惯交朋友，何况齐小姐朋友也不少，应该不缺我一个。齐宝低垂着眼眸，语气渐冷。既然南星小姐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说罢，他猛地夹紧马腹，消失在密林深处。过了许久，静谧的猎场深处传来一声惨叫。韦永志像是丢了魂一样，骑马往回跑，一边跑一边大喊：“有妖怪！”其他人很快被他吸引过去。妖怪，有妖怪！救我！韦永志连滚带爬地从马背上摔下来，一张脸苍白如纸。韦总，这是怎么了？齐玉堂饶有兴趣地看着韦永志，联想到南星忽然现身此处，心中有了一些猜想。看来这片林子里有东西。韦永志的秘书被他的模样吓坏了，又是给他递水，又是给他擦汗。韦总，出什么事了？韦永志咕咚咕咚喝下一大瓶水，气喘吁吁道：“林子里有妖怪。”妖怪在哪呀？跑了。那你怎么确定那个是妖怪？在齐玉堂的追问下，韦永志把他遇到的事断断续续描述了一遍。你是说你遇到一只8条尾巴的狐狸和一只会说话的兔子？韦永志点了点头，而后又摇头：“不对，那只狐狸也会说话，他们都会说话。”秘书嘴角一抽，摸了下韦永志的额头，小声嘟囔：“没发烧呀？”韦永志一把推开秘书的手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不相信我说的？”没有。其他人显然也不相信韦永志。他们在这里打了这么多年猎，要是真有会说话的动物，不是早就遇见了？你们都不信，是吗？韦永志站起来，情绪逐渐激动：“我精神没问题，也没嗑药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清清楚楚，那片林子里就是有怪物。”第88章，在傅三少面前出风头。我相信您说的，南星从远处走来，这片山脉人杰地灵，有成精之物在此修行并不奇怪。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，我们决定停业彻查。停业？不行，我开了3年会员还没到期呢。这里是京城最好的猎场，要是关门了，我们以后去哪里打猎呀？我听韦总形容的也没多可怕吧？动物会说话，不是挺可爱的吗？得知猎场可能会关门，众人纷纷表示抗议。上镜趁机开口，大家都没发现异样，仅凭韦总的一面之词就把猎场关了，是不是有点太武断了？韦永志被这些不知者无畏的人气得够呛。你们不信就算了，反正我是不会在这里打猎了。你们不怕就接着打。那只狐狸跟他说，如果他继续在这里打猎，以后会断子绝孙。他和老婆最近正在备孕，有点不顺利。这句威胁相当于直接戳到他的痛处。见韦永志要走，有几个富二代也心虚了。有钱人一般都敬畏神明，再加上他们听说过家里老人不小心打死黄大仙之后倒霉的事，不禁开始犹豫，万一林子里真有神仙，被他们打死了，那可就摊上大事了。算了，我不打了，我也不打了。我相信韦总，走吧，我带你们去我爸的高尔夫球场打球。眼看众人要走，上镜心里不爽，皱眉道：“你们还真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自己都没亲眼见过，就人云亦云，别太好笑了。”一旁的齐宝抿了抿唇，想到自己刚才猎杀的那些动物，她的心里有点不安，但还是决定站在闺蜜这边。我刚才打了几只动物，也没发现异常。如果真有成精的动物在里面，为什么只找韦总，不找其他人呢？韦永志到了这会儿，已经懒得跟其他人废话，叫上蜜就准备打道回府，顺便去庙里烧烧香，去晦气。南星察觉到上镜对他没来由的敌意，不再劝他，而是道：“我知道有些人主张眼见为实，对于这部分人，我不会强求你们敬畏，但如果惹到什么麻烦，就不要怪我了。”闻言，齐宝的脸色有些难看，
他在襄城遇到的事，已经让他确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他认知以外的东西。眼下听到南星这么说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离开这里，免得惹祸上身。但问题是，上镜好像完全没读懂他的眼色。放心吧，不会怪你的。而且说实话，如果真的打到成精的动物，那也算是一种幸运啦，是不是？上镜的话很快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共鸣。我也好想看看会说话的动物是什么样的，要是抓到的话，政府会不会给咱们颁发奖章啊？南星听着这些人说的话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无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无知还没有敬畏心。最后，上镜和几个富二代决定留下继续打猎，其中就包括齐宝。你就别去了吧。齐玉堂叫住齐宝，南星都说那片林子有问题，你还去凑什么热闹？我就去看看，不跟他们一起打。齐宝挽着齐玉堂的手臂央求：哥，让我去吧，有阿静陪着呢。没问题的。齐玉堂有些犹豫，扭头看向南星，见他没有阻拦的意思，便揉了揉齐宝的脑袋。那说好了呀，不许跟他们一起打，不然出了事我可不救你。齐宝笑了笑，知道了。密林里，上镜冷哼，那个南星也真是的，比赛输了就拿动物成精打掩护，还想把猎场关了，明摆着是玩不起。齐宝牵着马走在上镜旁边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上镜不可置信地挑眉，不是吧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？齐宝欲言又止，没敢跟上镜说他在襄城撞邪的事。那次他在火锅店撞邪之后，就再也不敢吃火锅了，提起火锅2个字都害怕，更别说是再完整的复述一遍。我只是觉得他确实有点本事在身上，这种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他有个屁的本事，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。上镜不以为意，我爸从小就教育我要相信科学，科学之外的东西都是假的，都不能信。齐宝有点无奈，那谢薇的直播呢？你看了吗？看了呀，但我觉得那些都是特效，他肯定是收买了特效师做鉴定，塑造他玄学大师的人设。你想想看，他一个道观来的野丫头，要是不把大师的人设做稳了，傅家凭什么承认他这个儿媳？换作是我也得想方设法让大家相信我是真的，不然以他的身份，早晚会被傅家人嫌弃。齐宝眸光闪烁，若有所思。他倒是没想过这一点，毕竟齐玉堂跟他说，他当时昏迷不醒的时候，是南星过来把他身上的小鬼收了，他才得以苏醒。但是现在想想，齐玉堂说的未必就是真的，南星也不一定有看上去那么厉害。言归正传，你这次可是在傅三少面前出风头了哦。上镜的调侃将齐宝的思绪拽了回来，他指自己，是啊。上镜点头，你和南星比赛打猎，他居然一只猎物都没打到的，傅三少看到你打到那么多猎物都愣住了呢，是吗？齐宝倒是没太注意傅青燕的表情，因为他的心思全在动物成精上面，生怕自己打到的动物里就有成精的。那当然了，我看男人很准的，他那个表情分明就是被你的打猎技术折服了。看到上镜信誓旦旦的样子，齐宝忍不住怀疑傅青燕是不是真的对他有几分欣赏。第6集正在快马加鞭赶制，每天中午12点都会更新，记得点赞关注小河不迷路哦。